江晨，我喜欢你，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吗？任务1，答应下情，奖励强效精力恢复记忆瓶，男人只要体力好，干啥都不会被打倒。任务2，拒绝下情，奖励隐藏职业剑仙。隐藏职业百里无一，这个选择还用想吗？对不起，我拒绝。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任务完成，你的职业已变更为唯一隐藏职业剑仙。我一定能考上圣武战士学院！我一定能考上圣武战士学院！换了个世界，百日誓师大会还是逃不掉。3年前，我从蓝星来到这里。游戏降临现实，全民数据化，18岁转职。学校教的也换成了凶兽图鉴和职业技能。高考会决定一个人进高等学院，还是留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只剩100天，谁都不敢松懈。新任务，请领取。任务1，打断台上同学，大喊你考不上。奖励钢铁扫把，它不能当武器装备，多用也许能练出麒麟臂，也许只能练出煎煮盐。任务2，沉默不语，为这位同学鼓掌。奖励魅力加1。2个奖励都不值钱，选第2个，至少省事。任务2，任务完成，魅力加1。这些年我靠随机任务拿过属性、现金和各种怪东西，魅力也加了将近50点。一个孤儿能把日子过得挺滋润，全靠他。老姜，快看，下一个上台的是我女神夏晴。她家境普通，可人漂亮，脾气又好，跟人说话总笑，眼睛弯弯的，我看一眼心都化了。你怎么好像又帅了一点儿？我每天都比昨天帅一点，很正常吧？确实，你真欠揍！看见没，这就是我女神。给我送情书的人太多了，比起这些，我更想早点结束大会，抓紧升级备考。大家好，我是18班代表夏晴，很幸运，我能代表班级在百日誓师大会上宣读誓词。可在这里，我还有一句话想说。江晨，我喜欢你，你愿意让我做你的女朋友吗？夏晴，你糊涂啊！我不同意。这是公认的第一秀，夏晴，你别跟我抢江晨。我还在想怎么跟他偶遇，你背着我把家都偷了。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我根本不认识他，只记得他放学送过几次情书，我都拒绝了。你拒绝过他？怎么不早告诉我？被我拒绝的女生太多，记不清。你快回答他，要不答应吧。他当着这么多人表白，你拒绝他，他多没面子。他要是哭，我会心疼。以后别叫赵猛了，叫你沸羊羊算了。沸羊羊是什么？当着校领导表白，他想被处分，我可不想陪着。新任务1，答应夏晴，奖励强效精力恢复记忆瓶，男人只要体力好，干啥都不会被打倒。任务2，拒绝夏晴的表白，奖励隐藏职业剑仙。100个人转职，7成是生活职业，2成半是战斗职业，剩下半只是增幅职业。隐藏职业，100个人里都未必有一个。领取任务2。江晨，在这里表白真的需要很大勇气，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你能给我一个答复吗？对不起，我拒绝。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任务完成，职业变更为唯一隐藏职业剑仙。江晨14级，力量34，敏捷34，精神22，耐力29。当前装备
北疆一中制式校服，白色，防御加5，无装备要求，由裁缝职业制作。剑心，1级被动，使用剑类武器时伤害提升50%。御剑术1级主动，持剑方式可变为御剑，远距离攻击，攻击速度提升50%，伤害提升20%。晚剑平弹1级主动，拔剑对周围敌人发动强力斩击，还能斩落攻击范围内的敌方技能，御剑状态下不可使用。1级剑类精通，只加5%伤害，剑心直接加50%，整整10倍。御剑能远攻，晚剑平蓝能攻能守。剑仙的特点就2个，强还有帅，很合我。百日誓师大会上闹出这种事，成何体统？你们2个跟我到办公室去。徐老师继续主持大会，把秩序维持好。我明明是被拖下水的，看这架势，连我也得挨罚。离大考只剩100天，你们还有心思干这种事？百日动员大会是让所有人冲刺大考，你们把全要心思都搅到恋爱上，谁还安心升级？韩主任，这件事跟我关系不大，我一直在台下站着，是夏晴表白，我也直接拒绝了。您把我一起带来，批评2个小时，不太合适吧？少狡辩！你回没回应，自己心里没数。扰乱秩序也有你一份，一起受罚。54级重装骑士，这个理今天讲不通。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这样，把你也牵连进来了。要不，一会儿我替你受罚。到了这时候，还跟我演亡命鸳鸯？既然这么有心思，你们就去刷死亡试炼，尝过一次死亡的滋味，脑子里那些男欢女爱也该消停了。这是学校6年前买下的人造单人副本，进去以后只有2条路：通关，获得死亡。副本里死了不会真的丧命，痛苦却一点不少。有人出来后，整整1周都缓不过来。试炼一共10关。高3生临近高考，平均也才15级，第10关却守着一头25级青铜 BOSS。6年来的最高纪录，直到第8关。新任务，请领取。任务1，欣然接受惩罚，奖励武器盲盒1个，开启后随机获得任意品阶武器1把。任务2，大骂韩主任，是不是有病？这事跟我没关系，你罚我干鸡毛。奖励装备盲盒1个，随机获得任意品阶装备1件。奖励都不错，可第2个任务做完，我可能先被韩月一巴掌拍进墙里。剑仙张口闭口干鸡毛，也有失风度。领取任务1。韩主任，我接受惩罚，去挑战死亡试炼。这还像句话？你们2个现在跟我去传送大厅。下次再有这种情况，惩罚就没这么简单了。韩主任，准备资源，开启2个死亡试炼。去吧。开启副本要消耗学校资源，这次虽是惩罚，你们也要把它当成历练，尽量多闯一关，多拿些经验。我不想进去，江晨，我害怕，你能不能帮帮我？可以，把眼睛闭上。真的？走你！没用脚，算我这个剑仙最后的温柔。死亡试炼任务，保证存活，击败所有出现的凶兽。当前凶兽数量0，第1波凶兽将在4分57秒后抵达。第1波前有5分钟准备，正好看看我今天的运气到底怎么样。是否打开武器盲盒？开。武器品阶从低到高，白色、蓝色、紫色、金色、红色，史诗、传说、神话。武器盲盒理论上都能开出。神话没来，金色也够狠了。
学校那些4、50级的老师手里都未必有一件金色武器。恭喜获得金色武器苍蓝，装备要求15级，职业剑仙，攻击力加460，力量加56，敏捷加61，精神加79，攻击命中附带35%减速，持续3秒。攻击敌人时治愈自身伤势，治愈量为伤害的20%。晚剑平蓝获得额外平蓝效果，剑气伤害与晚剑平蓝相同，最远覆盖30米。一剑起苍蓝，又晚剑平蓝。高攻击，3项属性减速、吸血，还把剑身范围级扩成30米剑气。这把剑完全为剑仙量身打造。有剑仙和苍蓝，100天后的高考已经稳了，南岳省状元也能争。当前等级14级，未达到15级装备要求，只差1级。眼前这场试炼正好补上。狼牙荡刃，蓝色，装备要求10级，并掌握剑类技能，攻击力加86，力量加16，敏捷加9，命中时有一定概率触发撕扯，令敌人持续流失生命，持续3秒。传闻它由铁匠取黑毛狼王獠牙混合金玉铁打造，剑中残留狼王怨念，咬住猎物只有血腥气才能令它松口。前几天我花光积蓄才买到这把极品蓝色剑，看过苍蓝以后，它确实差得远。可我现在能用的只有它，先拿死亡试炼炼金，升到15再说。白骨形骸，普通10级，亡灵与暗属性，力量10，敏捷9，精神4，耐力13。白骨盾牌，25%概率格挡近缠攻击，并减免50%伤害，重击造成150%伤害。游戏入侵时，暗黑之地也来了。边境每年有人战死，人造副本才会拿亡灵凶兽当模型，连减伤都挡不住一剑。剑心的50%增伤，比我估的还狠。唯一隐藏职业，果然不同凡响。正好拿这场试炼，看看剑仙到底有多强。御剑术，去！御剑状态再加20%伤害，50%胜速。我挥2剑的时间，飞剑能杀3次。第2波就被追得满场跑，只顾着情情爱爱，不肯升级，能考出什么成绩？照这样下去，他撑不过第3波。江辰是一半尖子生，虽然只是剑士，属性却一直很高，应该能撑到第6波。第6波这么快？连隐藏职业学生都怕的重剑形骸，他站着全杀了。死亡试炼是不是出了漏洞？副本运转正常吗？韩主任，一切正常，是后台光图显示异常吗？没什么，正常就好。等级提升，当前15级，苍蓝已满足装备条件。御剑术起，换上苍蓝，输出至少翻了4、5倍，20级凶兽也能秒。铁甲形象，20级精英，亡灵与暗属性，力量31，敏捷8，精神8，耐力108。铁浮屠，被动减免40%物理伤害，横冲直撞，被动免疫减速，陷踏对周围3米造成伤害和眩晕。苍蓝，开杀！狼日刀刃大概要4剑，苍蓝一剑伤害还有攻御。再过3波，我就能打破学校纪录。通关以后，也许还有资源奖励。同工行货，20级普通怪，亡灵与暗属性，力量21，敏捷47，精神10，耐力26。剑雨，古剑中途分裂，覆盖3×3，连射，瞬发3剑，每剑50%伤害。晚剑平蓝。不御剑的时候，我这职业好像更无解。韩主任，您没事吧？要不要去医务室让高级牧师看看？谢谢，不用了，我没事，你先忙。这怎么可能？又是一招清场，踏进第10关了。御剑适合远程点杀，持剑能清场，还能斩落攻击。下一关情况不明，苍蓝留在手里更稳。
务。任务1，通关死亡试炼，奖励技能盲盒1个，开启后获得一本本职业稀有技能书。任务2，在死亡试炼中阵亡，奖励会发光的球鞋1双。拜托，会发光的球鞋真的很酷。领取任务1，球鞋的快乐是一时的，稀有技能能用一辈子。黑凯暴猿25级青铜 BOSS， 亡灵与暗属性，力量125，敏捷59，精神48，耐力113。铁甲被动减免20%伤害，横冲直撞，持续加速且不受控制，撞退目标后挥锤砸击，造成500%伤害。战吼可清除自身负面状态。同级青铜 BOSS， 至少要一支强力5人队。学校平均12、3级的学生，拿什么打他？可通关奖励是一门稀有技能，这个 BOSS。我得杀！御剑术，横冲直撞，万箭平蓝。战后能减1次，苍蓝的普通攻击却能一直减速，他追不上我。25级青铜 BOSS 已击杀，死亡试炼通关，等级提升，当前16级，任务完成，获得技能盲盒1个。人造副本的 BOSS 不掉装备。好在任务奖励还在。最先望月步技能书，职业要求剑仙，等级要求15级。学习后移动速度最高提升300%，同时进入残影状态，有99%几率躲避所有非持续性范围技能与攻击。风系法师的风行术只加100%，持续10秒，最先望月步加3倍。只要体力够，就能一直维持。持续性范围技能无法被残影规避，例如火海。御剑远攻，晚剑平蓝攻防一体，再加移速和闪避。剑仙已经没有明显短板。韩主任，死亡试炼已经完成，惩罚结束了吧？既然出来了，惩罚当然结束。你是直接通关出来的？通关后传送回来的。死亡试炼至今没人通关，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副本里的死亡是假的，你是转职者，连这都怕，以后怎么抵挡暗黑之地？韩主任，我站不起来，白骨形骸太多了，把我围住以后，我根本逃不掉。白骨形骸，那东西不就一件一个吗？副本里也就铜拱形骸难对付。没准备的话，第一轮骑射确实容易吃亏。铜弓形骸是什么？对，你第3波就出来了，那是第8波，你没见过很正常。行了，惩罚结束，你们可以回去。接下来100天，把心思都放到大考上。明天毕业班统一去野外炼金。这次跟往常不同，你别懈怠。今年学院想培养一个北疆市状元。谢谢韩主任。老规矩，放心交给我处理，绝不浪费粮食。怎么比以前还多？昨天你拒绝夏晴，学校论坛都炸了。你既然不喜欢她，其他女生当然觉得自己还有机会。你要是答应夏晴，我能天天见女神，你也收不到这么多情书，多好。你自己听听，说的是人话吗？只要她幸福，我就开心，这才是真爱。以后别叫我哥，你是我哥，这境界我学不来。玩笑归玩笑，有件事你真得小心。昨天夏晴发了朋友圈，哪敢？先看评论。秦川追了他2年，是9班班长，隐藏职业暗影弓箭手，年级稳定前10。以前有人纠缠夏晴，都被他在野外放过黑箭。这周又是练级周，你得防着他。我好心提醒你，扔我手机干什么？再给我看这种东西，我先废了你！秦川和夏晴，朋友圈文案倒挺般配。反正你小心点，他要在野外偷袭，你很难防。知道了。以前我跟秦川还有差距，现在我也是隐藏职业，真撞上，谁吃亏还不一定。人都到齐了吧？去传送大厅前先发一样东西。班长、学婉，过来帮忙。
灵魂收集器，炼金物品，无使用要求，可收集死去兽的灵魂并转化为积分，凶兽越强积分越多，当前积分0。炼金师的随手之作，收集来的灵魂本身没有实际用途。老师，以前练级没发过这个，它到底用来干什么？记录你们击杀凶兽的数量，每杀一只都要把灵魂收好，积分可以互相转移。保护好自己的收集器，别让别人抢走。拿到以后跟我去传送大厅。韩月昨天的提醒，指的就是他。学校这次一定另有安排。以前我用剑士单杀这里很吃力，现在换成剑仙，正适合试试效率。嗜血阴柳，20级普通怪，木与暗属性，力量36，敏捷1，精神16，耐力44。汲取，每秒恢复已损失生命的10%。缠绕，可束缚敌人。嗜血，以树枝攻击并恢复自身生命。他会控制，会吸血，可敏捷只有一点，只要看见他在挪动，就藏不住。嗜血阴柳灵魂收集完成，获得20积分。任务1：击杀200颗嗜血阴柳。奖励：紫色特殊装备植物杀手称号勋章。力量、敏捷、精神、耐力各加10，对木系凶兽伤害加10%，无装备要求，也不占装备栏。任务2：击杀10颗嗜血阴柳。奖励：千钧药剂1瓶，寻怪纸人1张。千钧药剂永久增加10点力量。寻怪纸人可寻找附近同类凶兽，可使用100次。练级周只有5天，200颗阴柳太分散，耗完时间也只有4000积分。10颗钻鹿就能杀，还能拿纸人提速。领取任务2。进度1:10，积分增加20，任务完成，获得千钧药剂1瓶，寻怪纸人1张，力量永久增加10点。任务1：击杀1000只灵间幽鬼。奖励：紫色特殊装备鬼怪杀手称号勋章。4维属性各加10，对亡灵系凶城伤害加10%，无装备要求。任务2：击杀100只灵间幽鬼。奖励：冥神药剂1瓶，寻怪纸人1张。冥神药剂永久增加10点精神，寻怪纸人仍可使用100次。1000只，5天也难杀完。有纸人带路，100只更实际。领取任务2。5轮环任务完成，当前等级17级，最终奖励装备盲盒1个。嗜血阴柳与灵间幽鬼每只20积分，25级普通怪鬼火人狐每只25积分，30级腐朽樵夫每只30积分，30级精英溺水浮尸每只60积分。15600多分，就算拿不到第1，前3也该稳了。上次武器盲盒开出了金色苍蓝，这次会是什么？恭喜获得金色装备金羽克，装备要求15级职业剑仙，防御力加380，力量加34，敏捷加108，精神加98。御剑状态下伤害提升20%，攻击速度提升20%，非战斗状态下移动速度提升50%。最先望月步等级加1，残影状态下持剑可获得主动技能踏剑行，踏剑行可向前瞬移最多20米，对炎族单位造成300%伤害。前3次向前攻击，第4次回到原位。金羽化凤飞9天，龙纹耀目镇神州。最先望月步已升至2级，移动速度增幅由300%提升到400%，残影闪避率仍为99%。防御直逼20级紫色板甲，御剑输出再涨1阶。踏剑行还能3进1回，这件金羽克不比苍蓝差。进口取敌首级，退能瞬间归位，剑仙就该这么打。
2天练级，1天休整，再练2天。补习规定麻烦，却救过不少被困学生，我也该回去睡一觉了。营地里那人真惨，也不知道怎么得罪秦川了，被吊起来打成那样。秦川仗着隐藏职业和实力，欺负人也不是第一次，可把人吊着示肉，太过分了。野外讲实力，咱们还是赶紧升级，别惹上他。校内严禁打斗，业外只要不要闹出人命、抢装备、偷袭，老师都不会干预。学校想让学生提前看清这里的规则。都让开！江晨，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我也没想这样。我劝过秦川，可他一定要这么做，我拦不住。我的小公主，不要哭，你的泪是珍珠，我会替你守护。赵猛，醒醒，你怎么样？你再拍2下，我就真有事儿了。我是盾战士，死不了。等等，你怎么又摔了？这身装备哪来的？先说你为什么被吊起来。那4个人里，有一个是秦川的表弟，他们知道我跟你关系好，就把我绑来等你出现。我跟他们组队2个月，竟没看出来全是秦川的人。他们冲你来的，营地老师不管打架，你先从传送门回学校。想走？江晨，你折我翅膀，我必废你天堂。让我的公主落泪，这代价你承担不起。你先闭嘴，躺好，等我把他收拾了，再给你买疗伤药剂。你让他哭了6次，我就射你6箭。暗影剑造成200%伤害，同时削弱2%档防御，穿过去了，降低20%移动速度。暗影分裂剑，5支剑各造成40%伤害，每支削弱6%防御，4%移动速度，效果可叠加。7剑全空，最先望月部的99%闪避，确实可靠。暗影转移进入冷却，至少10秒后可再次使用。金色武器，他的航袍也是金色。20米瞬移，一剑就把子宫劈废了。让你说这种话。赵猛跟你们并肩练习2个月，你们转手就卖了他。前3次突袭，第4次回原位。御剑术，起！他还能御剑，这哪里是普通剑士？秦川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挨打。不想出事就喝治疗药剂，因为夏晴打我朋友，还想来废我。今天这事怎么算？我愿为爱情勇敢一次，让公主看到她的骑士。说人话！别动手，我道歉。道歉不够，背包里的东西全拿出来。积分转移完成，合计约6000分，当前总积分约22000分。江晨，你听我解释，秦川主动问起我们的事，我只是发泄了一下情绪，我没想到他会打赵猛，找你麻烦。我劝过他，可我真的拦不住。你的意思是，今天全是秦川一厢情愿，你什么都没做？是这样。灵魂收集器，你身上没多少别的东西，积分给我就算了。你连我的积分也要？可我是女生。女士优先，我确实该先收你的。积分转移完成，当前总积分约26000分。你连夏晴的积分都收了？他满脸无辜，却把麻烦引到你身上，没动手已经够客气。他这么做可能也有苦衷吧？要不把自己1000多分给他，免得他排名太低。刚才真该让他多吊一会儿。你们没有固定队伍的话，要不要跟我们组队？抱歉，我喜欢单杀。你怕我是看你厉害，专门来抱大腿？谁是谁的大腿还不一定呢。我叫唐离，18级，隐藏职业心灵6侠。战力榜第2的唐离，一中战力榜每月更新，
综合职业、装备和考试成绩排出前100，秦川第10，你之前第32。唐离从高1就在榜上，刷怪考试一直断前第1，他只排第2，是因为每次 PK 都输给战力榜第1。第1是谁？楚宁，隐藏职业虚空法师，已至136战全胜。高3刚开始就有高校找他提前录取。别聊那些不重要的，我刷怪说是1中第1，一点都不过分。现在愿意组队了吗？我不缺输出，多个人分经验和积分，反而不划算。我们不是去刷普通怪，是去一个机缘秘境，入口随机出现，只存在3-5天。通关奖励会贴合职业，隐藏职业的专属装备和技能书也能出。普通秘境爆出隐藏职业专属物品，概率不到1/1000，机缘秘境的奖励却会按职业适配。你刚才的技能绝不只是剑士，你应该也转成隐藏职业了，对吧？新任务1，对唐离冷笑并说：“区机缘秘境，我看不上。”奖励魅力加5。任务2，组成队伍，进入一个机缘秘境。奖励剑仙专属被动技能剑痕。魅力已经够，专属被动和机缘奖励放在一起，值得去。组队可以，可练级周还要收集积分。秘境里的积分怎么分？全给你，我们已经收了不少，秘境奖励比积分值钱多了。成交，刷完秘境，队伍就解散。我也去，我只是普通盾战士。秘境限制至少4个人，你负责站前排，别的不用管。这没问题。我本来考虑过秦川，可他一开口就把我劝退了。你比他强，也比他正常。退一步说，就算实力不行，你这张脸拿来当花瓶也挺养眼。他技能消耗大，正在休息，我也得睡一觉。8小时后在这里集合，我们带路。这是我原来的队友楚宁。战力榜第1的楚宁。宁宁不爱说话，刷秘境时怎么配合，他会在需要时开口，别一直烦他。入口在哪儿？这里什么都没有。能让你一眼看见，我们还敢回去找队友？宁宁，把技能撤了吧。入口最多再维持1天，咱们得在他转移前刷掉。机缘秘境血鹰村，难度未知，等级未知，要求4至6人，当前同意进入人数0:4。机缘秘境血鹰村，难度深渊，等级20，要求人数4至6人。村庄依千年古树而建，树灵化作妙龄少女，在凶手来袭时护住村民。铁匠在树下与他相识相爱，1年后，树灵有了身孕，他必须留在古树中休养，暂时无法继续守村。狮王接连杀害村民，逼唯一能进入古树的铁匠交出刚出生的孩子，并承诺吞下孩子就离开村庄。狮王吸进孩子的血气，借其中的树灵精粹穿过结界，却没有遵守承诺。最后从古树中走出的，究竟是树灵、狮王，还是两者融合后的存在？无人知晓。秘境完成条件，找到血鹰村的怨气源头，将其消灭。通关条件很直接，找到怨气源头，也就是这里的 BOSS。可深渊难度不好打。秘境难度从低到高，简单、普通、困难、深渊、梦魇。深渊副本通常要10人满编，还得前排输出辅助齐全。血鹰村只允4到6人，20级秘境至少需要6名30级左右的强者才稳。我们只有4个人，凭
平均还不到18级，直面实力差得太远。难打就慢慢打，有宁宁在，我觉得能是。小怪何立清，找到 BOSS 以后再磨。好不容易遇到一次机缘秘境，我连试都不试，回去肯定睡不着。来都来了，先试试。你们真不考虑退出？这地方比鬼迷迷森还阴间，4个人刷深渊，太冒险了。秘境允许退出，一旦退出，入口立即消失，并随机转移到其他地点。我相信宁宁能保住我们。深渊确实超出预料，所以更要先把底牌说清楚。大家介绍一下属性、技能和职业特点，进村以后也好配合。没问题。那我先说自己的情况。4件紫装，其他能用到的位置都是蓝装，配上我的职业特性，输出不用担心。我的防御力能赶上同级重甲职业。阵型真被冲散了，前排先保护别人，不用急着来救我。精灵游侠能掌控火、冰、风、雷、土5种元素。选定一种后，我的增幅技能和元素键都会跟着变化。增幅能让武器附带灼烧，恢复队友，提升移速，让攻击有概率麻痹，或者给队友加护盾。元素键的具体效果，打起来你们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15米突进技能，自保够用。看见我被切，别乱队形。这么算，你足足有11个技能，难怪各种场面都能应付。还行吧，我的主职还是输出，增幅比不上牧师和祭司，别把我当正经辅助使。明白，把你当输出位。你呢？能输出，能控场，能自保。宁宁主要负责控场，你先把他当兵系法师，他的职业特性我也说不清，打起来就看见了。好，我是唯一隐藏职业，剑仙。江哥，你不是剑士吗？什么时候成隐藏职业了？御剑能提高输出和攻击范围，射程只比弓箭手短一点，手持能加强突进和自保，必要时可以保护后排。还有一个提高移速的闪避技能。装备只有衣服和武器，2件都是金色。2件金装，把属性公开一下，让我开开眼。我长这么大还没亲眼见过金色装备的属性。不方便。小气。该我了吧？我是盾战士，职业特性。盾战士有什么可介绍的？一会儿乖乖扛前面就行。我不是隐藏职业，就没人权了是吧？赵萌顶前排，我和唐离负责输出，楚宁控场。谁的位置被冲开，我来补。刚才只顾着看秘境任务，剑痕的奖励还没领。姓名江晨，等级17级，职业剑仙，唯一隐藏职业，力量156，敏捷220，精神220，耐力43。当前装备金色符具金羽克，金色武器苍袭。当前技能剑心1级，御剑术1级，晚剑平览1级，醉仙望月步2级，获得剑痕1级。每次攻击都会在敌人身上留下一层剑痕，叠加层数没有缝线。出现带有剑痕的敌人时，可主动引爆。每层剑痕造成20%攻击力伤害，无法被防御类技能抵消。只要攻击次数够多，最后那一下会很疼。血鹰村的通关把握又多了一份。江哥，先送哪间？正前方，刚才的哭声从里面传出来。诅咒血鹰25级深渊亡灵，力量89，敏捷96，精神51，耐力42，被动噬肉，造成伤害后恢复伤害量15%的自身伤势。主动爬行，以200%速度前进10秒，主动抱住，强制抱住敌人3秒，无法甩开。属性只比黑凯抱怨低一级，好在耐力不高，能杀。怎么样，本姑娘挺强吧？江哥，李姐，你们聊天前能不能先管管我？我腿上好像少了点东西。
我奶量不够，你自己喝治疗药剂。大情种，你这个前排反应太慢，真来一群怪，你转眼就得被撕了。我会尽量。江哥牛，得意什么？这才刚开始，谁输出高还不一定呢。确实刚开始，准备战斗。祖斗腐蚀25级深渊亡灵，力量95，敏捷75，精神53，耐力61，被动狂袭，附近存在敌人时追敌移速提升30%，主动长期缠绕，缠住敌人，瞬间拉近双方距离。12只同时压上来，赵猛一个照面就会被撕开。伤害不高，控制却够强。楚宁的虚空法师确实偏功能性。你别往上咬啊！江哥，我们赵家以后要是有后，你绝对是头功。你以后有没有儿子，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先追到你的女神，再想有没有后。看左右，宁宁的控制要结束了。发誓再也不吃血肠和烤鱿鱼。谢谢，你们对我真好。一只25级深渊怪能给100积分，是普通同级怪的4倍。再升1级就能换上，到时候多挨几下。听着不像什么好事儿。逃离，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什么了？像是在打铁，去找声音源头，有线索总比在村里乱转强。他长得好像我大舅。铁匠僵尸25级深渊 BOSS， 亡灵属性，力量256，敏捷162，精神130，耐力221，被动死而不光，伤口快速愈合，被动怨念喷发，死亡时爆发体内怨气，后果无法估量。主动枯萎树藤，束缚敌人8秒，主动铸铁锤法，挥舞铁锤和砍刀，每秒造成200%范围伤害，持续5秒，施展期间免疫一切技能控制。他应该就是把树灵孩子交给狮王的铁匠，杀掉他，或许能摸到怨气源头。当前可领取任务1，转身离开，放弃副本，奖励武器盲盒1个，开启后随机获得一把任意品阶武器。任务2，击败深渊 BOSS 铁匠僵尸，奖励技能盲盒1个，开启后获得一本本职业稀有技能书。武器我有苍蓝，技能当然越多越好。任务2，领取成功。赵猛，这怪你能扛吗？扛不了一点，我就算升了级换上新盾，他碰我一下，我估计也只剩半条命。我来当第一输出和第一坦克，堂里楚宁负责控制，别分心打输出。赵猛当2坦 ，BOSS 一旦冲向后排，用盾击挡住他。你当1坦，你只有1件金色防具，剑仙再强也是输出职务，未必站得住。江哥，还是我来，挨一下我就退开喝药，只对付1头怪，我能试。别逞强 ，BOSS 扛控制，你在他面前撑不过1分钟。我移速快，还有99%的闪避。你只要替我挡1秒，我就能回来补位。原来你躲秦川那些剑靠的是99%闪避，这也太离谱了。记住，你是1号补位。知道了，你也小心。我的孩子在哪里？村子里都是孩子，可我的孩子在哪里？他每天都在重复剖腹找孩子，树林给他留下的折磨远比死亡更久。不在我肚子里，就在你们肚子里！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我的孩子！死渣男，滚远点！谁肚子里有你的孩子？别恶心人了！这样不行，他回血太快，我们又没有祭司的减熟技能，再打下去要钱耗光。先撤。不用，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能秒他。200多层，等于40多次攻击在一瞬间爆开。他
他再能恢复也来不及。枯萎树藤是强制控制，最先望月部躲不开，控制面神是我现在最大的短板。只要被控住，剑仙也得挨揍。赵猛，顶上！赵猛，你扛不住，快闪开！来呀！猛子，好样的！接下来看我的剑痕爆！江哥，你真把 BOSS 秒了！刚才那个大宝剑是什么技能？又狠又帅！什么大宝剑？早知道你这么会说话，我刚才就该送你去跟他双宿双飞。那还是算了。不错啊，大秦齿。关键时候还得你这个二塔站出来，没你，我们真可能折在这儿。你很棒。可惜我的新盾刚到手没多久就碎了。这面盾算我欠你的，回去想办法给你弄件更厉害的。真的？金色盾牌？我给你搞个锤子。你还真别说，BOSS 尸体上好像真爆了个锤子。怨气铁锤，20级紫色武器，要求拥有锤类精通，攻击加120，力量加21，耐力加34。每次攻击有25%概率让目标被怨气影响，陷入短暂眩晕，附带铸铁锤法，每秒造成200%范围伤害，持续5秒，期间免疫一切技能控制。给赵猛，没问题吧？唐离，他刚才护住了队伍核心，又只有他能用，该给他。谢谢李姐，谢谢宁姐，谢谢江哥。以后我一定成为大家最坚固的第一道防线，绝不辜负。火焰剑带，20级紫色装备，要求攻类精通，攻击加80，敏捷加36，精神加31，普通攻击附带5秒灼烧，持续造成额外10%伤害，单体火属性技能伤害提升20%，群体火属性技能范围提升50%。这件归我，谁有意见？机缘秘境的东西还真像乱身打造的，可 BOSS 也太抠，只爆2件。一路上你输出最高，打 BOSS 也出力最多，结果我和大秦种拿了装备，你和宁宁什么都没有。你们运气好，没准一会儿我运气爆发，开出金装。这就开始给自己奶了。你说爆锤子都能应验，快说一句，唐离一定出金，真中了我给你200块。出金要拿寿命换，我真能奶，也先奶自己。200块就想买我的寿命？空门。击败深渊 BOSS 铁匠僵尸，任务完成，奖励技能盲盒1个。我去屋里看看有没有宝箱。青莲剑歌技能书，要求职业剑仙，要求等级15级。使用后领悟青莲剑歌，强制解除自身受到的控制，化身剑气，朝指定方向范围内所有敌人飞速穿梭斩击10次，每次斩击造成120%伤害，并附带攻击特效。斩击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免疫一切攻击、控制和技能效果。强制解控，10次斩击，斩击时全程无敌。这个技能要是早来20分钟，那家伙连碰到我的机会都没有。10次攻击，每次120%，合计1200。10次攻击还能叠10层剑痕，引爆再加200%。青莲剑歌接剑痕，瞬间爆发就是1400。铁匠僵尸还不是最终 BOSS， 怨气源头另有其人。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又动了？不知道，我们正说话，他突然坐起来了。我和宁宁的技能都被黑气挡住，根本碰不到他。快让他闭嘴！我耳膜都要裂！怨念喷发。铁匠僵尸死亡时爆发体内怨气，之后会出现不可估量的后果。我们刚才漏掉了这个被动。江哥，外面全是怪。怨念喷发把秘境里的怪全叫来了，墙一倒，我们挡不住，一起撕开一个缺口，冲回入口，先活着出去。不用跑，一会儿我给你们玩个帅的。
江哥，这时候可不行开玩笑。晚见凭栏。怎么样，这波帅吗？帅炸了！江哥，要不我给你磕一个吧？你有这么离谱的群攻技能，之前为什么不说？我说过，手持剑士能自保，也能保护后排。你管这个叫保护技能？把怪都杀了，不就保护好你们了？36000分，第一的位置应该稳了不少。他还没死透，好像要往哪儿爬。离远点儿，小心他跳起来咬你。别动，他不对劲。怨念喷发已经结束，他还在爬，可能是线索。先看他要去哪儿。树灵生产时藏身古树，只有他和铁匠能进入，这里很可能就是他的本体。树灵狮王30级深渊 BOSS， 属性亡灵木，力量601，敏捷98，精神430，耐力312。被动怨气扩散，释放怨气让周围敌人持续受伤。主动怨念地刺，数居3续破土攻击，命中后目标移动速度降低30%，防御降低30%，并持续受怨气伤害。主动枯木之舞，树根不断抽击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命中后同样降低30%移动速度与30%防御，并造成持续伤害。主动怨气冲击，向外释放怨气，造成恐惧效果与巨额持续伤害。这要怎么打？走，打不了，他一个技能，我们都得死。我想试试单杀。你单杀太危险，我和宁宁可以远程帮你控制补输出。那我……你别掺和，冲上去可能连他的边都摸不到。他的范围技能太多，你们一旦被盯上，我拉不住仇恨，也护不住所有人。我一个人反而没有顾虑。你们退远点，真打不过我会往村口撤。行，需要撤就往我们这边跑，我们给你争时间。死！所有人都要死！怨气扩散的伤害不算高，只要苍兰的治疗生效，我能扛。树干和根须都不算本体，只有中间那具尸亡之体才会真正受伤。怨念第4会连续追击，400移速够我拉开，没必要一直堵那1%。范围太大，最先王月部躲不开。看见没？他的技能全让江哥破了，照这么打真能通关。还有怨气冲击，范围强控，江辰之前就吃过控制的亏。那怎么办？宁宁的虚空转移也能带队友，BOSS 有新动作就把他拉回来，我们直接撤。要来了，别过来！青莲剑歌，太离谱了！他连无敌技能都有。剑痕爆！最终 BOSS 单独给了4000多分，积分第一，应该没人抢得走了。机缘秘境血鹰村完成，怨气源头已消灭，离开传送阵即将开启。江哥，真通关了！放我下来，跟他打了半小时，我快累虚脱了。虚空召唤技能书，要求职业虚空法师，要求等级20级，使用后可召唤一只虚空生物协助作战。宁姐，这虫子能打吗？还不错。虚空虫20级，与召唤者等级一致，力量71，敏捷76，精神54，耐力86。被动虚空之甲，减免25%所受伤害。主动憎恨之咬，攻击后强制目标攻击自己3秒。这下宁宁也有前排了，等虚空召唤升级，还能交出更强的虚空生物。这套秘境来得值。大地盾位转职书，要求职业盾战士，等级要求5，使用后可转职为隐藏职业大地盾位。恭喜，
以后你也是隐藏职业了。真给我？这可是转职书，卖了是不是一辈子都不愁吃喝？败家子，一个隐藏职业多少钱都换不来，赶紧用！转职成功，隐藏职业大地盾优。金色，真让你说中了！30级深渊秘境出金的概率连1/1000都不到，你这是什么运气？九神壶，金色剑仙专属装备，要求等级20级，防御力加80，力量加30，敏捷加43，精神加90，附加炼化，可将凶兽肉身收入壶中炼化。每饮用一次，全属性、攻速、攻击力与抗令均提升50%，持续5分钟。当前可饮用次数0，附加9神，可将 BOSS 肉身收入壶中炼化，之后召唤9剑身攻击一次。本次攻击无法免疫，无法躲避。当前可召唤次数0。一口酒，5分钟内4项战斗增幅全加50%，救神一击还无法免疫，无法躲避。装的挺镇定，心里早乐开花了吧B BOSS 肉身炼化成功，9剑可召唤攻击次数1，都能单练了，剩下时间各刷各的。我还差1级到20，正好试试大地盾尾，争取回去前把锤子装上。营地见。当前等级20级，灵魂积分56000分，九神壶可饮用次数3，九剑仙可召唤攻击次数1。炼级周结束，接下来就看积分第一到底能换来什么。不行，我不同意，这是北疆一中的名额，凭什么让给外人？我让炼金师赶制灵魂收集器，就是要把机会给学校里最有潜力的孩子。眼看结果要出来了，别人一句话就来截胡，算怎么回事？你先坐，这件事可以商量。没有商量，自家孩子不疼，反把好处送给别人，哪有这种道理？谁不想护着自家学生？可郑家在长南是什么饭量，你也清楚。郑国威亲自打电话，我要是驳了他的面子，他一句话就能卡学校几个月的教育资源，到时候孩子们拿什么生计？郑家根基在长南，手还能伸到北疆。长南是南域省会，能在那里站稳脚跟的势力，哪个是我们得罪得起的？教育界看人情、看关系，和练级不是一回事。我只知道西境军区特训营机会难得，练级周就是为了挑出最有潜力的学员，让他在大考前再冲一次。长南34所学院有34个名额，郑恺在长南拿不到，就跑来抢我们唯一一个，这叫有本事。我去。长南天才太多，从一所学校里拿到唯一名额确实不容易。我小儿子实力出众，可他哥哥的职业与天赋更强，所以他才错过长南的名额。贺部长，没想到您今天就从长南到了，招待不周，还请见谅。我只是送郑恺来办理转学，手续方面还要麻烦杜校长。长南教育厅的贺云，郑国辉的妻子，把脸色收一收。这位就是高3年级主任韩月吧，54级重装骑士，履历很不错，资历再深一些，调去长南也有机会。韩主任实力和管理经验都够，高3这届出了不少好苗子，以后还请贺部长多留意。哼，真有那一天，也是韩主任自己的能力。不过我刚进门时，听见韩主任对郑恺转来伪校似乎很不满，有什么话不妨直说。转学欢迎，可你们要是冲着特训营名额来，我不同意。这个名额属于北疆一中的学生，长南的资源已经远胜小地方，好不容易有一次平等竞争，你们还来抢，说不过去。资源本来就该给资质更好的人，名额留给北疆一中的学生，只是浪费。区北疆能出几个像样的转职者？
真讲公平，北疆、和悦这些地方的名额都该让给长南学生。往年南域前100，长南至少占70%。我们一所学校就有10多个练级点，你们一中只有4个，拿什么比？放屁！郑恺，大人说话不要插嘴。他没礼貌，但道理不算错。特训营名额珍贵，更该交给有资格的人。郑恺在长南肃中也是数1数2，转来这里，实力理应断档第一。既然他正式成为我校学生，又是第一，为什么不能拿名额？我们确实为名额而来，但他参加特训后，完全可以替北疆一中拿下久违的市状元。这对杜校长和韩主任的履历也是一件好事。履历倒在其次，学校确实需要一位市状元，才无愧一中这块牌子。转学没有问题，名额不行。上周我已经签完文件，周2常会就会宣布特训营名额给练级周积分最高的学生。郑恺想拿名额，就该参加练级周，凭积分争第一，错过了就等明年。练级周已经结束，他怎么参加？韩主任是故意刁难外来学生，还是嫌我们没有给你什么表示？别侮辱人！我只想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拿到应得的东西。都停一下！2位给我一个面子，我有个办法。韩主任已经签了名额决定，确实不好撤回。郑恺错过练级周，也没有参与竞争的机会。那就安排一场补考。特训营下周4开营，重新刷积分来不及，干脆让郑恺直接挑战练级周积分第一，谁赢，名额归谁。这个办法公平，我儿子靠实力赢来名额，也能堵住别人的嘴。韩主任应该不会连这种方式都拒绝吧？如果积分第一是他，可以，我同意补考。周末2天统计积分，确认第一名。周1下午由内名生学生接受郑恺挑战，胜者获得特训营名额。周2开会当众宣布。好，一言为定。剩下的转学手续还没办完，我们先告辞。今晚北疆水晶餐厅还请杜校长赏脸。一定。贺部长慢走。韩月太固执，难怪等级不低，却只能留在北疆一中当年级主任。补考在2天后，能不能跟你哥一起进特训营，就看这场，只许成功。北疆这种地方能有什么高手？2中以前带10个最强学生去长南交流，还不是被我们随便几个人哼？我在长南立中虽比不过我哥，也算独一档。除非还有长南人转过来，北疆市状元就是我的。别大意，地方学生里也可能有职业特性古怪的隐藏职业。知道了，我先把北疆一中的高手全踩一遍，到时候谁还敢说我不配拿名额？全属性攻速、攻击力和抗性各涨50%，比祭司给的降幅还痛快。当前等级20级，距离21级仅差少量经验，胡可引用次数6。2天才多练出4次，还试喝了1次，这就得省着用。江哥，这周不能去野外，要不要跟我去竞技场泡几天？你还敢去竞技场？我只是想找高手试试大地盾位的防御。你就是换个地方炫耀隐藏职业。竞技场出大事了！高3来了个长南转校生，第1天就占了竞技场中央擂台，拿一把金色长剑做赌注，谁赢他，剑归谁。金色武器当赌注，作秀吧？已经有一堆人上去了，没人成过2个技能。战力榜第5的邢瑞，第7的罗仲，还有榜上好几个高手全败了。他打完还说北疆一中没一个像样的转职者，北疆这种穷地方根本不能跟长南比，也太狂了。唐丽和楚宁呢？
厂里已经输了，有人去找楚宁，他马上可能就要上场，我来叫你们一起去加油。江哥，李姐都输了，咱们也去看看。楚宁要是再输，最后不得靠你镇场？楚宁输了也无所谓，我会出手。江哥牛！积分第一已经出来了吧？郑恺一早就在竞技场等着，补考对手是谁？一班江晨，登记职业剑士。剑士，北疆一中唯一的特训营名额给了一个普通剑士，那就请老师把他叫去竞技场，我们也过去见证。当然，我也正想看看郑恺能不能从他手里把名额答出来。江哥，跟我后面，我硬挤进去。把棺材板收了，硬挤过去，等着全校骂你。学妹，能让一下吗？我想去前面看看。当然可以，学长您请。用脸开路也行。他就是江晨吧？也太帅了。金色长剑货真价实，我有苍蓝，也不嫌再多一把。江晨，听说竞技场热闹，过来看看。哦，你们看他们上小的小人得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的样子，就没点想法。李姐，你会的成语真多。这是重点吗？他把北疆一中所有人踩在脚下，我们以后出去还抬得起头？你上去揍他！这就是北疆一中最强的人，也不过如此。长南学生来这种小地方就是降维打击。那把金色武器，看来没人拿得走了，就当给你们开开眼。任务1，走上擂台。兄弟，你说的对，长南人真男人，长南都是人上人。奖励：长南户口申请表1张。通往天龙人最快的捷径。任务2，走上擂台，击败郑恺。奖励：被动技能剑心连升2级。剑心2级，使用剑类武器时，伤害提升100%，可使用高于自身5级的剑类武器。剑心3级，使用剑类武器时，伤害提升150%。可使用高于自身10级的剑类武器，并领悟双持。双持武器栏扩展1格，可同时装备2把剑类武器，包括双手剑，2把武器属性叠加。2刀流状态释放技能，伤害与效果触发2次。双持晚剑平轮，伤害和平轮各触发2次。青莲剑歌从10剑变20剑，再算剑痕。爆发能到800%，一把御剑远攻，一把手持防守，以后不用再冒险切换形态。任务2领取成功。北疆一中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我允许你们组队，5个人一起上，谁能赢，赤霄照送。你一个人，我可以给你时间再找4个队友。不用。有找人的功夫，我已经赢了。可惜这里不是长南，不然我倒想让你找9个队友，打你一个没意思，我想打10个。能赢，赤霄给你；输了就滚。没问题。你怎么不动？你长得比我丑，我先让你3个技能。不用3个，1个技能，我就让你躺半个月。狂沙斩！狂沙斩横击，狂沙斩臂。第2个技能还有最后一个，想清楚，用完我就出剑。沙爆炸弹！原来你怕控制。赢你，我只用1招。爆！好帅！这样了3个技能，还只用刚才有多狂，现在就有多丢脸。击败郑恺，任务完成。剑心连升2级，当前等级3级，剑类武器伤害提升150%。可使用高于自身10级的剑类武器，领悟双持。正常要到3转，也就是50级，技能才能升到3级，我20级就拿到了。赤霄，30级金色武器，要求职业剑士或掌握剑类精通的职业。攻击力加998，力量加142，敏捷加108，耐力加56，攻击附带10秒灼烧，造成持续伤害。
释放技能时额外提升50%火属性魔法伤害，锻造于苍焰火山，剑身蕴含焚尽敌人的力量。郑恺只有22级，暂时装备不了。持效攻击力接近苍炎2倍，偏向纯输出，正好补上火属性伤害。江哥怎么把2把长剑都装备上了？而且还是快10级装备吃销。贺莹，49级2转气功师，距离3转仅差1级。气功师2转招牌技能护袭，不能大意。万剑平临。贺部长，过分了！竞技切磋受伤难免，学校医疗处有3位2转牧师随时治疗。就因为你儿子受伤，你便上台偷袭学生，这件事性质恶劣。既然有牧师，还不赶紧给我儿子治疗？都散开！医疗处来1名牧师治疗郑恺，其他人检查台下学生，医疗系学生也搭把手。贺部长，郑恺需要休息，补考或许要延后，我们先回办公室。真的，真的。让江晨也到我办公室。江晨，跟我去校长办公室。韩主任，刚才那位阿姨到底是谁？为什么突然攻击我？郑恺的母亲贺云，长南教育厅的高层，也是郑国维的妻子。她带郑恺转来北疆，就是为了西境军区特训营名额。你拿了练级州积分第1，这名额原本属于你。西境军区镇守西境，抵挡暗黑入侵，号称龙国之盾。这次面向全国各域开设训练营，名额极少。郑恺摆擂台是想证明实力，顺理成章拿走名额。可他连北疆一中还有个剑仙都没查清。你说他就是名额拥有者？你们之前明明说是剑士，他哪里像剑士？长得帅就不能是剑士？报告您已经看过，练级州第1确实是江晨，他前不久才从剑士转成隐藏职业，往期考试记录和全校师生都能证明没有造假。刚才的胜负也很清楚，特训营名额可以定下来了。刚才只是私下切磋，不算补考，郑恺仍有补考机会。补考时输给我儿子，把名额让出来，我会补偿你2件金色装备，3瓶永久提升属性的药剂，长南1套房，再下1000万现金。长南混户口我替你解决。你考长南伟大还能加分，我也可以让学校给你资源倾斜。长南武大虽不在10大学府之列，也是超一流学府。有我的关系，你能得到更多秘境、副本和导师资源。房子、现金、药剂先不说，2件金装已经价值惊人。长南武大的副本和导师资源，更难用钱衡量。他肯付出这么多，说明特训营名额的价值只会更高。任务1，跪下磕头，高呼多谢干妈，奖励魅力加10，以及金色特殊装备万妈奔腾称号勋章。勋章5等级和职业要求，4维各加30，每任1位干妈，力量、敏捷、精神、泰力再各加10。任务2，假意答应，补考时击败郑恺，并对贺莹说：“夫人，您也不想儿子失去名额吧？再索取更多，奖励金色特殊装备激情皮鞭。激情皮鞭力量、敏捷、耐力各加50，附加无情鞭挞，击中目标后使目标攻速提升10%，最多叠加100次。任务3，拒绝贺灵，亲自获得名额，并到特训营完成报到。奖励剑仙专属主动技能万剑归宗。前2个任务再值钱，也比上剑仙专属主动技能。万剑归宗，这个技能我要定了。任务3领取成功。江晨，这个名额非常珍贵，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件事应该由他自己决定，别人插嘴不合规矩。你让他在补考中故意输掉，本身就是作弊。哼，你情我愿，怎么叫作弊？同样的东西，在我儿子手里价值千金，落到别人手里可能一文不值。条件已经开给你了，现在
给我答复。我的决定是，这名额我不让。你真以为这个名额落在你手里，就能给你带来什么？我大儿子郑潇已经内定进入特训营，他为了陪郑恺一起练级、高考，连10大学府的保送都拒绝了，还特意留了一级。他最疼这个弟弟，你们真在特训营碰上，他会怎么对你？我还听说特训营有死亡指标。郑恺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哥哥，那我确实得好好琢磨。这样吧，我让郑恺一点，给他10次机会，只要能赢我1次，名额就是他的。就是不知道他扛不扛揍。我怕下手太重。好小子，油盐不进是吧？咱们走着瞧，这名额你留着，早晚有你后悔的时候。贺部长慢走，我送你。这就走了？名额说完了，偷袭我的账还没算。我刚才被虎袭震伤，没见金色装备赔偿，一会儿可能就得躺下。行了，你这气色比我都好，哪儿像受伤？校长，您就这么和稀泥？他要是真偷袭得手，我可比郑恺惨多了。我拦你是在护着你。郑家在长南乃至南域都有人脉，特别是教育界。你以后留在南域，他们有的是办法给你下绊子。人脉不够广，实力不够强，有理也未必讨得到说法。眼下别再把人得罪死。那这笔账就算了。你已经拿走郑恺一把金剑，学校竞技场不支持对赌，严格而来，赤霄仍归郑恺。要不要我现在把贺云叫回来，让你们当面掰扯？人都走远了，别麻烦。真想出去，特训营里有的是机会。他大儿子郑潇也在，你揍他一顿，贺云隔着老远，只能干着急。你要有本事，从郑潇身上拿回来的东西，肯定比郑恺身上更多。自己琢磨。嘘，别说是我教的。所以，暗地里那一刀，让我去捅。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下手别太重，学校能替你兜住。做事得聪明些，也得圆滑些。学到了，郑潇真不能怪我，是校长亲自给我指的路。任务条件尚未全部完成，拒绝贺云之后，还需亲自取得名额，并到特训营完成报到。万剑归宗要等我到特训营才能拿到，好在周4就能动身。西境军区特训营名额归江晨。郑家大少不愧是长南7经之一，29级还没2转，一个人就压住了金沙鳌蝎。重剑士能双持重刀，技能还适合冲阵。我42级当盾战都顶不住他正面冲锋。重剑风暴，30级青铜 BOSS 都能轻松击杀。到了特训营，前3甲总该有你一个。长南7子都会去，还有其他市的高手，想脱颖而出，没那么容易。我尽力，能让小凯多拿些好处就行。你就是太宠他。龙国23域各自选出前3甲后，还有更大的机遇。带着小凯，你可能会被拖住。什么奖励，以后都能拿。我只有一个弟弟，跟他们争前3太累，照顾好小凯，就够了。北疆打伤小凯的人叫什么？江琛。告诉小凯，赤霄我会拿回来。特训营的死亡指标，也该有人用。12号运输车送裘英前来报道，应接40人，实接40人，请求归队。我是西境军区南域特训营总负责人，代号猞猁。
你们如果有机会留下，才有资格叫我总教官。南域各高中送来504名天才，人太多，我只要一半。真正的训练基地在山顶，3天内没能到达，淘汰。每人会拿到1枚袖章，必须凑齐2枚，才有资格进入山顶基地。换句话说，你们至少要淘汰1个人，能淘汰更多，我求之不得。训练营不欢迎会被淘汰的垃圾。骷髅标识区内放养着西境郡区的高等级 BOSS， 对你们来说非常致命，最好别靠近。危险区围出的范围暂称安全区，你们会被随机传送进去，争夺袖标。老黑山凶兽平均30级，特训营有死亡指标，真死在里面，只能怪自己蠢。不会有人暗中观察，也不会有人保护，我们只在山顶等你们，签完生死书就能上路。死亡指标，我喜欢。第1天就能放开手脚，这里是天堂吗？程崔，这个疯子怎么也来了？他是长南七子之一，还是疾风堂编外人员，专门跟着转职者追杀通缉犯。真让他放开手，安全区都得出事。什么特训营？我不玩了，命要紧！齐耀，长南七子之一，他有资格不怕惩戒。恶古一中的月征，隐藏职业龙骑士，他的飞龙能比肩同级白银 BOSS。生死文书已签书，特训营完成报道，拒绝贺林，取得名额并完成报道，任务完成，获得剑仙专属主动技能万剑归宗。抢1枚袖标，再到山顶我就能留下，没必要为了减少对手四处淘汰别人。先看看万剑归宗。万剑归宗1级主动技能，操控所有已装备的剑类武器攻击敌人，每次攻击伤害提升量等于飞剑数数乘以20%，攻击可破锤对方一切防御类技能与道具，清除对方一切增益效果，不可抵挡，不可闪避，不可打断，每把飞剑并可触发攻击特性。万剑归宗只认已经装备的剑，我现在只有2格，技能再霸道也只能飞出2把。名字叫万剑归宗，肯定还有扩大飞剑数量的办法，先试一次再说。刚落地就送来1枚袖标，你自己交还是我打完再拿？双持金剑，你是长南七子郑萧？不对，他用的是破军重剑。我是郑萧他爹。万剑归宗，隐藏职业大地盾卫，当前技能大地庇护，牺牲移动能力，获得大额恢复与伤害减免。防御类技能正好撞过万剑归宗。斩！我认输，别杀我！同样是大地盾卫，这套装备正适合赵猛。来一趟特训营，总得给兄弟带点特产。把装备卸下来。紫装，想什么呢？你很强，敢告诉我是谁吗？郑萧，2把剑各提升40%，破防效果无解，杀伤力却不如青莲剑歌，得想办法凑出更多飞剑。发现可领取任务，阶梯任务，前往山顶基地，正式成为特训营一员。第1名抵达，奖励武器盲盒、技能盲盒、装备盲盒各1个。前10名到达，奖励武器盲盒1个；前100名到达，奖励药剂盲盒1个。永久任务，击杀高于自身等级的 BOSS， 副本 BOSS 除外。领取后可学习1级主动技能铸剑魂，每次完成任务，铸剑魂为武器铸魂的次数将获得一定数量提升。本任务永久保留。铸剑魂可为剑类武器铸魂，铸魂后装备该武器时可召唤对应剑魂。剑魂不提供装备属性，拥有原武器20%的伤害，攻击可激发攻击特性与武器特效。当前单把武器最高铸魂次数1次。剑魂也许能算进万剑归章的飞剑数量。永久任务领取成功，已学习铸剑魂。苍兰和他的剑魂只占1格，御剑拖住剑魂，我还能装备持消。4剑都能手持，也能御剑，还
还能触发双持、攻击特性和技能效果。万剑归宗的单剑增幅已经到了80%，若有1万剑魂，每把飞剑就额外提升1%伤害，那是一轮剑雨，真能洗平整片战场。想堆到那个数量，得不断杀高于我等级的 BOSS。野外和秘境的 BOSS 难找，副本 BOSS 又不算。西境军区特意放养的 BOSS， 这地方来对了。少中校，山顶基地来报，已经有人登顶。谁？长南2中的齐耀。评分 S。02183区域发现一名死亡学生，疑似人为攻击。派2名40级以上转职者去02186区域，把程坠强制带上山，再让他留在安全区，安全区也得变危险区。提前带走，他的评级怎么定？评分要综合登山时间和袖标数量。S。总指挥部驳回了我让他跳过手里的申请，坚持一视同仁。现在至少用了3个死亡指标，再拖下去，锅还是我们背。谁不服，就让他和程倩打一场，看谁敢。巨力牛怪酋长，35级青铜 BOSS， 土属性，力量479，敏捷154，精神59，耐力360，坚固牛皮，免疫25%所受伤害，对负面坐向拥有25%抗性。沉重巨斧，向前砸落巨斧，造成范围巨额伤害。蛮牛顶撞，冲向敌人，命中造成眩晕。战争嚎叫，全属性提升20%，持续3分钟。晚剑凭栏，剑痕爆，击杀高于自身等级的非副本 BOSS， 永久任务完成。铸魂次数提升1次，当前单把武器最高铸魂次数11次。2天半，10头 BOSS， 我的等级已经升到26级，2把剑也各有11个剑魂。20道新增剑魂能攻击，能叠剑痕，还能留2笔护身。我的输出已经翻了几倍，最重要的是，帅。你到底是谁？郑潇。酒神可使用次数提升至11次，当前可饮用次数27次。装备和袖标已经够多，杀 BOSS 主要是为了铸魂次数和酒神次数。一个骷髅是35级黑铁 BOSS，2个是35级青铜，3个是35级白银。4个骷髅多半是35级黄金 BOSS 或者40级白银 BOSS， 实力还在树岭狮王之上，绕路稳妥，却会错过最后一头 BOSS。万剑归宗再加酒神，值得一试。剑刃地龙在战斗，有情况随时拉响警笛。什么人？出来！我就说基地肯定有后门。我是参加特训营的学生，北疆1中江晨。学生，你怎么从4骷髅危险区穿过来的？山下也没说不能走危险区吧？第1轮马上结束，没时间再挑住处，沿路标直接去小广场集合。多谢。才27级，难道他运气好，没被剑刃地龙发现？刚才的吼声就来自他走出的方向。剑刃地龙一旦盯上猎物，绝不会轻易放弃。剑刃地龙的血和鳞，剑刃地龙出事了！刚才放行的学生有问题，马上报告上级，盯住他。压哨登顶，B级也正常，能留下就行。这3天的收获已经够多。是你？这里是基地，禁止私斗，老实点。哥，就是他打伤我，抢走赤霄，还冒用你的名字打劫别人。这几天好几个人都在背后骂你。藏了点实力，想扮弱吃强，也得真有吃下去的本事。先忍着，出了基地，我会让他付出代价。哥，你看他！忍着，他在激你，这都看不出来。
贺云没夸大，郑潇比郑凯沉得住气。长南妻子若都在这个层次，特训营确实有些高手。恭喜各位通过第1轮考核，从现在起，你们才算特训营真正的一员。504人，只剩不到100。看来你们懂得趁有限时间减少竞争者，即便筛掉近4/5，资源还是不够分。接下来，看好0088，我亲自去确认。总教官临时处理情况，所有人留在原地，不要走动。0088说的是我，11头 BOSS 都是西境军区放养的，真要让我赔，3句话，不知道不是我赔不起。阿银，用时空回溯，把这里发生的事重放一遍。是。只是几个小时前的影像，没有实体。一个学生，30剑刃地龙，剑刃扫射。这个技能范围大，伤害高，能越过前排，瞬间重创整支队伍。死蜥蜴，突然放技能吓我一跳，就你会放技能？使我大剑，万剑归宗。抱歉，少上校，这次消耗大的异常，我撑不住了。够了，剑刃地龙确实由他单杀，没有作弊，也没有外来者帮忙。已用侦察技能核阵，没有身份伪装，属性与上报资料一致，可以排除潜入者。身份没问题，实力却远超预期。南域的种子里又多了一个狠角色。他何时登顶？交了几枚秀牌？评级多少？最后一天压勺登顶，6枚秀牌，评为 B 级。这是我的失职，他值得 S 级，就凭刚才那个使我大剑也该评 S。技能叫万剑归宗。他能杀剑日黑龙，为什么要等近3天才登顶？6枚袖章也用不了这么久。他从危险区一路杀上来，11头 BOSS 恐怕1头都没剩。不用查，按脚程算，3天杀11头，刚刚好。下一步原定公开危险区 BOSS 信息，按击杀发奖励，之后才是破圈抢级战，开放黑云山脉1个月野外狩猎，最后进行终极抢位赛。BOSS 全没了，计划都乱了。黑云山平均40级，学生没有这一轮提升，进去会很难。要不让教官先带队练级，把平均等级抬高2级，至少让第1梯队完成2转。等级高就等于实力强，我们直接带着他们刷级就够了，还办什么特训营？西境军区要教他们的是利用手里的一切，在危险环境中活下来，再杀掉敌人。取消老黑山 BOSS 狩猎，原定奖励并入破圈抢级战，按评级发放。抢级战后休息3天，直接开放黑云山脉，少2头 BOSS 就活不下去的人，早该淘汰。是。总教官今晚不再返回，所有人回去休息。明早8点，合金擂台集合。没抓我，也没谈赔偿，西境军区还算大方。今天开始破圈抢级战，你们按登顶表现被分为 S、A、B、C 4级。比赛结束后，西境军区按最终评级发放奖励。S 级，金色品质装备或道具1件 ；A 级，紫色品质装备或道具2件 ；B 级，紫色品质装备或道具1件 ；C 级，永久提升属性药剂1瓶。有评级奖励怎么不早说 ？B 级和 S 级差了1件金色装备。我知道，有些人的实力与评级不符，一次登山，也可能有人根本没当回事。下级学员可以挑战任意上级学员，胜者与败者互换评级，降级者仍有1次挑战上层的机会。挑战失败，直接淘汰，失去特训营技额，没有必胜把握，就放弃唯一的挑战权。每人最多接受3次挑战。B 级、C 级同样可以跨级挑战，只要承担得起失败后果。规则都明白了吗？
明白。长南2中奇药神圣始祖29级，长南3中成废炼狱剑士29级，羡慕他们坐在上面，赢下来，位子就是你们的。A 级先来，孟恒，放弃挑战还是选择一名 S 级？我放弃。把我当成最弱的那个，你选错人了。漂亮！这场比赛还能打得这么痛快，教官，要是我下手没收住，怎么算？可以放开战斗，但原则上不许杀人，过线我会亲自阻拦。那多没意思，一会儿都选我好不好？职业等级随便，妹妹求你们了。这么想打，可惜我们都是 S 级，以后有机会，我倒想试试炼狱剑士有多强。好啊，现在就去老黑山。以后我会把长南妻子全都击败。下一位，北疆1中江晨，27级，职业剑仙。选择对手。发现9项可选任务，分别对养9名 S 级学员，挑战奇药，在不使用武器的前提下获胜。奖励武器盲盒1个，开启后随机获得一把任意品阶武器。挑战成翠，在不使用技能和道具的前提下获胜。奖励装备盲盒1个，开启后随机获得一件任意品阶装备。挑战正宵，在3分钟后败给正宵。奖励技能盲盒1个，开启后获得一本本职业技能书。挑战月征，在30秒内获胜。奖励武器盲盒1个。其余5项同样对应剩余 S 级学员，胜负或平局条件各不相同，奖励均为盲盒。不用武器挑战奇效，不用技能和道具挑战成翠，风险太大。故意输更不值，输了就会被淘汰。30秒击败月征最合算，盲盒到手，我还能升到 S 级，再拿一件金装。任务4领取成功。江晨是否使用挑战权？我使用。要挑战哪位 A 级学员？我挑战 S 级。你要挑战的是我吧？知道在擂台上有教官保命，倒还算聪明。今天我不杀你，但你也别想走着下柴。你自作多情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要挑战你？原来你连挑战我的胆量都没有，算我高估你。今天轮不到他，任务条件若换一换，我倒真想先把他打下去。我要挑战所有 S 级，9件金色奖励我全要，车轮战也好，一起上也行，我要打9个。规则不允许，你只能选1人，胜者取得1个 S 级席位与对应奖励。那我选月征。刚才那人的下场你没看见，我会在30秒内结束这场战斗。30秒，好，破圈抢击战开始。飞仔，准备一击把他轰下去。万剑归宗，飞仔，飞龙更新。飞仔，躲不开。用时10.5秒，30秒内击败月征，任务完成，获得奖励武器盲盒1个。月征被一个 B 级学员一招打败了，教官不出手，他和飞龙都扛不住。好强！我刚才说要打9个，他们现在应该信了。战斗结束，江晨获胜，双方平级互换，江晨晋升 S 级，月征降为 B 级。你刚才那技能能破防吧？我4级金钟罩耐久极高，连4转攻击都能完全挡下，却被你一轮击碎。万剑归宗可以破锤防御技能，清除一切增益攻速，而且无法躲避和抵挡。果然，幸亏我是4转，技能等级高过你。等你3转以后，同样一招，我也未必救得下月征。技能很赖，我可能确实帅。你小子，强的离谱。凌风剑，35级金色武器，要求职业掌握剑类精通，攻击力加1002，力量加159，敏捷加310，
每次攻击敌人，自身攻速提升10%，持续5秒，最高叠加5层。攻击时有10%概率触发灵动，攻速提升50%，一路提升100%，持续3秒。此剑由铸剑大师林崖观风心有所感而铸。攻击值比赤炎高不到100，敏捷与双重6区效果却正适合剑仙。剑魂也能触发武器特效，13柄凌风一轮奇功，很容易叠满5层，触发灵动。苍蓝的平狼效果还能用很久，赤霄又是主力输出，再算上任务给的武器盲盒，我未必需要第3把剑。红色剑匣，开启武器盲盒，获得红色特殊武器藏剑匣。要求等级1级，要求职业剑仙，无基础属性，藏剑，额外扩展10个武器来。武器放入后与藏剑匣永久绑定，不可更换。匣内武器属性可以叠加。养剑，匣内武器耐久度随时间提升，武器等级与品段也会随时间提升，但品阶不可高于藏剑匣。藏剑匣加10个，算上双持，我能同时装备12把剑。我现在每把武器能铸12个剑魂，若剑匣放满10件，便是120道剑魂加10把本体，总共130柄飞剑。耐久、等级、品鉴都能温养，苍霄以后也有机会升到30级金色，甚至红色。我不用再为了新剑舍弃旧剑。入匣即绑定，提升1级都要好几天，品阶更慢。普通低级剑会白白浪费槽位，每一格都得留给真正的极品。S 级奖励，我选凌风。教官，基地有测试输出的地方吗？雷城区旁边有测试房，里面是专用合金装，今晚已经关门，明早再去。多谢。哥，金色附魔符果然选对了，2把破军重剑附上雷霆，输出连雷霆法师都压住了。魏延重新测试，未必比我低，不过我一个重甲职业，能达到这个程度，够了。金色附魔符配金色武器，这2柄破军的属性已经快赶上红色装备。你也来测试？人太多，改天。我来的时候人也多，让一让，他打一轮就走。御剑术。红色装备 S 级奖励不是金色吗？他从哪儿拿到的？去。凌风5层肩符叠满，射速提升50%，灵动触发，攻速再提升50%，一手赚100%，持续3秒。记录已经破了，600多层剑痕一爆，12万不难。剑痕爆！谁干的？门口写的清楚，每次只能攻击10秒，持续攻击会把耐久清零，直接损坏设备。报告教官，是我。又是你！我没有超时，只打了7秒左右。没想到分数上限只有10万，最后用了一个技能，下手重了些。既然不是违规，这次算了。我会上报，尽快申请新的合金装。测试房暂时关闭，想测输出自己去老黑山找凶手。所有人出去！哥，赤霄还能拿回来吗？别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越强，看他不顺眼的人越多。走，先去找月征谈谈。我已经28级，接下来只有2件事：找 BOSS 继续铸魂，尽快升到30级2转。下一轮特训为期1个月，任务没有具体要求，能拿多少奖励全看你们自己。这次的奖励就是 BOSS。距离基地最近的是3个双骷髅区，再往外是13个3骷髅区，18个4骷髅区，13个5骷髅区，以及最远处一个6骷髅区。
双骷髅区35级青铜 BOSS， 3骷髅区35级白银 BOSS， 4骷髅区40级白银 BOSS， 5骷髅区40级黄金 BOSS， 6骷髅区内是40级白金 BOSS 暗影引剑，他来自暗黑之地，杀掉他能获得大量经验，还有一定概率爆出红色装备，是否尝试你们自己衡量。总教官，我有2个问题。3骷髅区的35级白银 BOSS， 恐怕没几个人能单独打过。刷完双骷髅之后，我们怎么继续？我没说不许组队，破圈抢级战让你们了解彼此，也是为组队做准备。S 级有 S 级的号召力， A 级也有自己的价值，评级越高，越容易找到合适队友。那 C 级岂不是没人要？总教官讲话，不得喧哗。C 级确实可能被忽视，成绩差，评级就差，评级差，资源就少，这就是规矩。不服可以换队从低级区域刷起，也可以向 S 级、A 级证明自己的价值。资源已经放进黑云山脉，能拿多少，凭本事。第2个问题，老黑山也有等级境低的危险区，我们能否先刷那边的 BOSS，2转后再进入黑云山脉？老黑山的 BOSS 已经一头不剩，这件事真没必要问。老黑山危险区不在本次特训范围内，现在出发，组谁先去哪儿，全部自行决定。后勤处提供不限量食物与治疗药剂，基地已经搭好菌植台，达到30级者可以回来免费2转，30天后在这里集合。希望那时的你们已经脱胎换骨。领取补给必须带信号枪，遇到危险立即发射，教官会就近救援，量力而行。用不上也得带着，不给自己留退路，只能算蠢。郑潇和月征果然组到了一起，不过他们凑多少人都不影响我的路线。48头 BOSS 就是48次铸魂机会，可所有人都盯着他们，我不可能全拿。普通队伍先争3个双骷髅区，强队会抢13个3骷髅区，升到30级后回基地2转，再转向4骷髅。我先吃18个4骷髅区，正好打这个时间差。等他们完成2转再来，只会发现 BOSS 已经没了。5骷髅可以后放，6骷髅的暗影引剑我也得留到最后再试，眼下时间最值钱。我本来想用39剑慢慢试一场，可惜赶时间。九神一击的威力还在我现在的万剑归功之上，40级白银 BOSS 也能直接秒杀。九神可使用次数由12次降为11次，吸收地狱6头犬肉身，九神可使用次数恢复至12次，击杀高于自身等级的非副本 BOSS， 永久任务完成。单把武器最高铸魂次数提升至13次。用9神秒 BOSS， 再收拾补回次数，眼下抢 BOSS 这就是最快的办法。从听到动静到赶来才3分钟，他已经杀完收拾完走远了。他能单杀4骷髅并不奇怪。万剑归宗虽强，5分钟前秒掉40级白银 BOSS， 也太勉强。回速。回放中的技能越强，消耗越大。九剑仙这一剑强度远在万剑归宗之上，
我维持不住。万剑归宗还不是最强底牌，这小子到底藏了多少东西？他想先包下所有4骷髅以上的危险区，照这个速度，1周就能把4骷髅 BOSS 清空。其他队伍刷完3骷髅完成2转，再过来只剩空地，计划又要被他打乱。不用追，吃多少还要别人让，特训便没了意义。南域特训营本来就要选出1到3个妖孽，他有本事全吃，就让他吃。那还继续跟吗？确认他没有作弊，行为合规，已经够了。把人手转去丁成翠，死亡指标不能再增加。他离开基地时，刺客教官就跟上了。程倩又杀人了，4个。可这次是郑萧、魏兰、于伦、蒋平4名 S 级，带6名 A 级组成满编10人队，先伏击了刚杀完 BOSS 的程倩。程倩重伤反击，击杀4名 A 级，又重创蒋平和郑萧，最后用随机传送卷门逃走。我们的人跟丢了。4个长南起带6名 A 级，主动围攻程废。这一轮越来越过火。增派搜索组，他伤得重，找到后立即带回基地。炼狱剑士自我再生很强，要是找到时他已经恢复，那更要带回来。再放他继续活动，长南妻子恐怕只剩3个。现在回去2转会丢 BOSS， 继续杀，等级卡在30，后续经验又会浪费。这些 BOSS 的经验足够让我冲到35级以上，少几头也比白白浪费剩下的全部经验划算。1个小时内击杀1头 BOSS， 奖励红色品质随机附魔符1张，附魔符会为装备随机增加1种特殊效果，可使用1次。返回山顶基地，奖励等级提升1级。下一处4骷髅区只需半小时，杀掉 BOSS 同样能升30级。红色附魔符的价值远高于直接加1级。击杀铁骑豪诸火，等级提升至30级。1小时内击杀 BOSS， 任务完成，获得红色品质随机附魔符1张。这些装备都能用很久，藏剑匣是唯一的红装，最适合承受这张红色附魔符。藏剑匣完成1次红色品级附魔，获得附魔属性巨灵，开启后佩戴者无法获得经验值，所得经验转化为养剑效果，可指定剑匣内武器提升其等级与品相。当前自然温养结果，苍蓝提升2级，赤霄提升1级。养剑自然提升太慢，巨灵能把杀怪经验主动喂给武器。我不必立刻返回基地2转，30级以后我暂时拿不到经验，正好均分给苍蓝、赤霄和凌风。等4骷髅 BOSS 清完，再回去也不迟。再快一点，前面就是4骷髅区，别人多杀1头，我们就少1头。40级 BOSS 又不会长翅膀，急什么？资源就这么多，还是听郑萧的。路上慢一步，进去就少1份。以前还嫌郑家兄弟太张扬，现在到句句都听他的。其实也没必要赶成这样，9名 S 级，我们这里占5个。程飞又中了我的咒，能不能活下来都难数。剩下江晨、齐耀和高岩，高岩带着一群没2转的学员还在刷3骷髅。江晨、齐耀都是单杀，也未必碰得了40级白银 BOSS。等命定占卜冷却结束，我再锁一个位置，照对付程田的办法，一个个清掉就行。齐耀可以往后放，江晨一旦完成2转，真有可能单杀4骷髅。这个人会抢走我们太多资源，得先处理。我同意。蒋平，你的占卜还要多久？1天。技能能锁定任何等级相差20级以内的人，10天左右的冷却已经很短了。当初就该先找江晨，你们非要先围程千，结果他跑了，江晨也活到现在。程倩跟江晨，谁威胁更大？你看不出来？他中了我的咒，没有足够的治疗药剂，迟早会死。可他就是跑了。行了，
自己人别内讧。程切、江辰、齐耀本来就都在名单上，先后差1天而已。等占卜好了就先找江辰。现在赶紧刷 BOSS， 我还要冲特训营前3。大家联手，各取所需。我和月真要跟江辰清算，你们要扫掉前3的竞争者。程翠这一战我也受了伤，答应你们的事已经做到。接下来先杀江辰，蒋平，技能冷却一结束，立刻锁他。放心，他跑不了。BOSS 已经没了。4头，到底是谁从我前面抢走了4头 BOSS？ 郑潇那批人刚完成2转，赶不到我前面。能在1转时单杀40级白银 BOSS 的，只可能是程翠或齐耀。这里还有活口。1个小时内击杀1头黄金级 BOSS， 奖励武器盲盒1个。武器盲盒开启后，可获得随机品别武器1把。1个小时内击杀1头白银级 BOSS， 奖励剑仙专属技能园林归心术。最近的5骷髅区也要4、5个小时，黄金 BOSS 来不及，这头白银 BOSS 却就在附近。4处空掉的危险区，原来全是他干的。4头 BOSS 1头没死，都收进了圣殿。这些 BOSS 已经被我降服，其他4骷髅区也都空了。你有实力的话，可以直接去5骷髅区。你刚才在做什么？好好的 BOSS， 为什么留着？抽取凶兽生命力，炼制高品质治疗药剂。基地的药剂已经够用，既然你不杀，能不能让给我？你抢不到，只要我动一个念头，他们都会死。我也不需要4头，你给我金色及以上品质的装备，我可以交出2、3头。怎么换？1件金装，1头 BOSS。40级白银 BOSS 最多掉紫装，1件金装能换几十件紫装，这个价我不会答应。我现在卡在30级，经验对人物没用，一个 BOSS 在我这里，顶多值3件紫装。那你想怎么换？1件金瓜，3头。不换，我带回基地能卖得更高。1件换2头，我手里正好有2件用不上的金装，你的4头我全收。可以，但我必须暂时留1头，你先给2件，我以后再抓1头补你。先交1件，换2头，剩下的以后再谈。行。巨灵温养完成，苍蓝提升至29级，赤霄提升至35级，凌风提升至37级，2次永久任务完成。单把武器最高铸魂次数提升至27次，限时任务完成。领悟剑仙专属技能园林归心术 LF1， 使用后可清除目标身上的一切负面影响，完全恢复状态。5分钟内只可对同一目标使用1次。冷却限制落在1个目标身上，只要轮换目标，这个技能能连续救人。我的职业是神圣使徒，杀怪没有经验，也不能佩戴装备，把装备献祭给神明，才能提升属性和等级。30级以后，祭品最低必须是金色品质。BOSS 对我没有用，能换到金装，我很乐意。职业嫡系也直接告诉我。你会御剑，有万剑归宗也从没藏过，知道能力不等于能赢，强者一直会强。那就继续交易，你留下那头 BOSS 究竟要做什么？因为吉奥，再磨蹭，我身上的咒语消失，第一个收拾你。碰见江辰，做了笔交易，新药剂能让你再撑大半天，明早我再练。原来是玩飞剑的小帅哥，可惜我伤得太重，要不然还能跟你玩玩。全身上下就剩嘴还硬，你真觉得现在能赢我？我给了齐奥1件金装，让他保我熬到诅咒消失。你动手，他会拦。那件金装只够炼治疗药剂，保护你要另外付。杀了他，什么价？杀转职者会降低我的属性，这种生意不做。那保护我呢？1件金装。成交，护到诅咒消失。
你也给我一件金装，我可以先离开。有我持续炼药，他能活。再过1-2天，诅咒自然失效。所以你必须留一头 BOSS， 是为了给他续药。等诅咒消失，剩下的都能交给你。如果我现在就把诅咒清掉，你们的交易算完成，那2头 BOSS 也归我。可以。普通净化药剂都清不掉，你一个剑仙能治？试过就知道。痛快，诅咒真没了，状态也全回来了。小剑仙，你这个技能真好用。走2步，别一会儿又倒了。为了谢谢你，要不陪我打一场？齐耀也一起。躺了这么多天，我快憋疯了。你动一个试试。算了，留着力气去找郑潇和蒋平，他们更该死。屏幕前的亦非彦祖们，对不住，上一集我播报太长，还有人说我像个只会念纸的太监。谁让你上次逼个不停了？该，以后只报关键规则、关键数值、关键奖励。再啰嗦，弹幕替我提醒他。正片，走你！他们都该死！这群卑鄙小人敢偷袭我，我非得把他们切碎了，用他们的肠子把碎肉串起来挂在树上不可！郑潇，你身上的低 buff 不是 BOSS 留下的，而是郑潇留下的。郑潇？郑潇算是个什么东西？甚至长南妻子的其他人又算什么东西？他们那帮人，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就被我杀完了。几天前，他被郑潇和另外几个 S 级学员给偷袭围攻了。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了。目前来看 ，S 级学员里，郑虽等人应该是组成了一个战力相当不错的队伍，而这个队伍的目标，应该就是趁着这1个月的时间，把实力比他们强的人都干掉。毕竟长南的学员都听说了，这次南域特训营里，只有1到3位学员能够得到最丰厚的奖励，所以这疯女人就成了他们第一个对付的目标，而咱们3个，无疑是他们拿到这个奖励的阻碍。小剑仙，你再敢说我是疯女人，信不信我杀了你？你不也张口闭口叫我小剑仙？我哪儿小了？哼，你小，你哪都小。我他妈的！程嘴被当成第一个要对付的目标，其实也正常。程嘴跟蒋平、于伦、魏兰有过点小摩擦，他们跟郑家兄弟组队后，既然针对咱们3人，首选目标肯定是程飞。小摩擦？什么小摩擦？也没什么，长南人都知道。之前几个学校一起在一块练级地图开展练级周，他们差点被程倩给杀了。你管这叫小摩擦？怪不得我跟郑家兄弟这么深的过节，他们还是先选择对付疯女人呢。烤鱼好了，可以吃了。也没什么。说起来，程翠也不是没对我动手过，只不过1次没成功。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我能杀了你！等。照这么说来，郑潇等人接下来还是会在黑云山脉里对咱们3人中的一个出手。应该是了。蒋平跟我是一个学校的，我对他的职业技能有些了解。技能命定占卜，可以锁定等级相差20级以内任何转职者的位置，直到他攻击对方或者解除技能后，锁定才会解除。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在10天左右。这么算下来的话，他的冷却时间很快就要到了。到时候，他应该会立即锁定你的位置，带着其他 S 级学员以及乐生郑凯这2个 A 级学员前来袭杀你。
就像袭击成废一样。那为什么下一个目标不能是你？因为我跟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恩怨。既然你刚才说自己跟郑家兄弟产生过摩擦，那么于公于私，他们要杀的下一个人，应该就是你了。不用应该，郑潇他们要杀的就是小剑仙。之前袭击我的时候，我听到郑潇说帮蒋平他们杀我可以，但是下一次蒋平他们必须要帮他杀一个姓姜的混蛋。那个姓姜的混蛋不就是你吗？所以咯，很快你就会跟我一样了。就算我不杀你，也有人要杀你。可惜，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希望可以亲自动手杀掉你。你这么好看，皮肉被利刃割开的声音应该也会比别人的更动听吧？我倒也未必没有机会听到。反正接下来我打算跟着你了，没准儿能看到你和郑潇、蒋平他们杀个2败俱伤，然后我像是采蘑菇一样，把你们的脑袋全都一件一个收割下来，重新栽进地里。哟，您这爱好还真是够阴森的。你刚才说你打算跟着我？你跟着我干什么？当然是守株待兔喽。蒋平他们害我吃了好几天的苦，我哪能轻饶了他们？不过黑云山脉这么大，我想找他们也不容易。但是既然知道你是他们下一个要杀的人，那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跟着你，肯定能再见到郑潇他们。15天组队任务2选1，队伍上限3人，禁用道具和装备技能 ，BOSS 经验按队伍人数倍增，禁用职业技能和武器 ，BOSS 爆率按队伍人数倍增。我现在缺经验，不缺装备。第2项只能用酒神，次数一空就麻烦。选第1项。你想跟着我，我就让你跟；想利用我来找郑潇，你总得有点表示吧？表示？什么表示？我想跟你，直接跟就是了，难道还要征求你的同意？直接跟，我的技能至少能提升400%的移速加成。你不是能骑乘做成的职业，能跟得上我？你这人，我要杀郑潇他们，又不是要杀你，你凭什么要为难我？郑潇他们要杀你，那我杀了他们几个，对你不也有好处吗？我确实没理由为难你，不过郑潇真找上门来，我自己就能处理，没必要非得交给你来杀。你也别着急，把郑潇他们交给你来杀也不是不行，不过你就这么赤裸裸的把我当诱饵，不表示点什么，也说不过吧？你到底想让我表示什么？先说好。金色品质的装备已经全给齐耀了，你要是想要，得等我先杀了他。不是金色装备，我不图你的装备，你就跟着我出个力吧。回头我要去杀5骷髅级危险区，你我组个队，咱们一起杀。当然了，爆出来的东西是我的。你可要想清楚，帮我杀 BOSS 而已，还有经验可以拿，也不亏吧？你与其跟着我浪费时间，不如跟我一起刷 BOSS， 等他们自己找上门来。要不然，西境军区这一轮特训的资源，你可就一点也拿不到了。我现在已经30级了，还没有回山顶基地转职，根本没办法获得经验。你放心，只要你帮我刷 BOSS， 回头我保证。郑潇他们来了，我亲自给他们捆上，让你去杀。你想想，郑潇他们这么多高手，真找上门来了，你是对手吗？但是有我在，我保证他们一个都跑不了。行，只要能杀郑潇、蒋平他们 ，BOSS 而已，就帮你刷好了。
你是靠献祭装备来升级的，所以说，你组队杀怪是不是也不分经验？一件金色品质的装备。这两个人职业特性可真奇怪，还是我比较正常。你这小马驹还挺能跑。来，你再跑一个我看看。哟，还有脾气了。你要是乖乖等死，反倒是无趣呢。程吹的炼狱血性能不断叠高攻击、攻速和吸血，且要开启神圣降临后，属性足以正面对抗 BOSS。你直接用万剑归宗吧，这 BOSS 太能跑了，咱们在他身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地狱火激荡能解控击退并短暂免控，再接地狱火奔袭，移速提升600%。你们在后面慢慢追，我先用最先望月步追过去，有机会我就直接把他宰了。你们在地图面板上看好的位置，别跟丢了。就在前面了，咱们很快就能跟江辰撞见。好像江辰正在朝咱们这里赶来。如果他不改变方向的话，过不了几分钟就跟咱们碰面。好，不枉咱们在黑云山脉里追他追了2、3天，终于是堵到他了。也不知道一会儿这小子看到咱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想一定很惊喜吧。快点把人杀了，赶紧去找 BOSS 吧。真的是，为了追一个人，竟然浪费了将近3天时间。有这功夫，还不如去5骷髅级危险区尝试一下，咱们能不能刷40级黄金级 BOSS。你不用着急，40级黄金级 BOSS 不是那么好杀的。除了咱们这个队伍之外，绝对没人能够染指。所以，杀了江辰奇耀之后，再慢慢去刷5骷髅级危险区，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前面再往西走一点，就有一个5骷髅级危险区。等杀了江辰之后，咱们直接去刷 BOSS 就是了，不会耽误更多的时间。40级的黄金级 BOSS 怎么会出现在安全区？这里离5骷髅级危险区虽然近，但明显还有好几公里。不对啊，这 BOSS 受伤了。他好像不是从危险区跑出来的，而是被人追杀过来的。这技能我熟啊！关键是，之前不是30多把飞剑吗？怎么半个月的时间不到，数量直接翻了3倍？要不是他这一打，我还得再花些时间和力气才能追上这匹马。就冲这一点，我得好好谢谢他们。不错，还有一件金色装备，
齐耀应该心满意足了。各位，真是巧啊！不知道各位是要去哪里？现在到底谁杀谁，可不一定了。怎么都哑巴了？话说，你们是不是来杀我的？怎么会？我们只是路过。路过？这么巧吗？没错，就是这么巧。哦，既然这么巧，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队友。看完之后，你们肯定会感叹世界可真奇妙。疯女人，你的老朋友们都来了。程飞怎么没死？不要慌，事已至此，大不了一战。他们只有2个人，咱们却有6、5个。他们刚刚跟 BOSS 战斗完，状态不如咱们，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谁说我们只有2个人？齐耀，金色品质的装备你还要不要？我没说要帮你对付郑潇他们，这不在我工作范围内。我懂，一件金色品质的装备嘛。这是刚才 BOSS 爆出来的吧？按照之前说的，这本来就该是我的东西。谁说的 ？BOSS 没爆出金色品质的东西来，就出了3个字而已。黄金级 BOSS 哪儿这么容易爆出金色品质的装备？这件金色装备可是我压箱底准备以后用的，忍痛割让才给的你。真的？我能骗你？天地良心！你们俩慢慢讨价还价吧，我先上了。2赚了，不错不错，这才有点意思。要是你们太好杀，反而会让我觉得无聊呢。飞仔，使用飞龙罡气。踏剑行，你真2转了。怎么还是这么弱？连我一个技能都挡不住。刚才2剑碰撞，我能感受到破军重剑上的附加属性可不少，打断、击退、麻痹，3大属性一应无全。虽然我不怎么喜欢重剑，毕竟一把重剑很难凸显剑仙的潇洒帅气。可如果是一把属性极佳的重剑，我还是愿意放进剑匣里的。我愿称郑家兄弟为宋剑童子。这么着急的想找死？不着急，让我一个一个杀，你们每个人都有份儿。哥，蔚蓝鱼轮，快放技能！小凯，空场！狂沙斩，必！万剑凭栏，你们要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干一些你想对我们干的事情而已。放程翠，让我想想，要以什么样的顺序、什么样的方式把你们一个个杀了呢？我没杀过转职者，看不得这些。一会儿分装备的时候，记得叫我过来。好小子，不杀猪就想吃猪肉是吧？这小子倒是聪明，竟然知道打信号枪求救。
你个月正，还敢求救！既然你这么不乖，那我就先杀你！圣上，快救我！给我死！都停手！没想到西境军区的人在看到信号枪后，竟然这么快就来了，而且来的还是11亿。难道西境军区的人一直在附近？舍利既然在这里，今天这一战很有可能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毕竟，就算特训营有死亡指标，教官们也不可能真的放任我和程飞把郑潇等人都杀了。所以，哪怕乐利来了，我也没有放过这些人的打算。至少，我需要一条人命来告诉其他人，想来杀我江辰，到底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青莲剑歌。我不是让你停手了吗？你怎么还用技能？我出剑太快，收不住了。那现在，你能收住了吗？杨中教，伤亡情况如何？1人死亡，5人重伤，这个结果勉强能接受吧。一会儿你把魏兰等人带回山顶基地，他们现在已经被淘汰了。黑云山脉的一切资源跟他们都没关系。是。跟我到侧边脸空地。我知道你们对我们教官的到来很不服气。理论上进入黑云山脉，我们西境军区就不该干涉你们学员的一切行动，甚至你们也有充足的理由把刚才那些学员全都杀个干净。毕竟这些人组队本身就是为了杀你们来的，于情于理，你们都有动手杀人的充分理由。如果这是真正的野外，我们确实不该出手。但这里终究只是特训，你们这些天才之间内耗的程度，已经脱离了我们西击军区的掌控。不仅是程飞，另外一群人想要通过击杀你们，保证自己达到前3甲的位置，也加剧了死亡指标的消耗。这场游戏已经越来越过火了，我们必须要出手干预。你们心中的不满，我可以理解。同时，我也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宗教官，您所说的方案，具体内容是什么？黑云山脉的特训内容结束后，你们将进行最后一轮特训内容抢位赛。具体内容我不多透露。总之，排位越高，奖励就越丰厚。尤其是第1名，将会有红色品质的装备或者道具可供选择。至于第2和第3，更是有3到5件金色品质的装备或道具奖励。我不贪，只拿1件奖励即可。当然了，奖励品质要是红色。以你们的实力，前3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所提出的方案就是，不管你们最后排名第几，能够拿到多少奖励，我都会在这个基础上给你们双倍奖励。也就是说，第1名能够拿到2件红色品质装备或道具，第2名10件金色品质，第3名6件金色品质。这已经是我所能申请到的最多的奖励了。现在我用这些奖励买刚才那几位学员的命。
你们如果能答应，对你们、对他们、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是吗？无疑，勒西给出的方案绝对是最优解。以我的实力，基本内定了南域特训营的前3甲，甚至是第1。程崔不是我的对手，齐耀的目标肯定首选第2，而非第1。如此一来，最后我将获得2件红色品质的奖励，绝对要比杀了郑开等人赚得更多。且不说在场这么多教官，我想对郑开等人赶尽杀绝，教官们会不会允许？单从最后的收益，我也有接受实力解决方案的理由。反正郑萧我已经杀了，不管是报复还是震慑，都已经做到了。用郑凯等人的命来换一件红色品质的奖励，我肯定是乐意去换的。要是连这一层都想不明白，非得闹着要杀了他们，这绝对是没有脑子的莽夫想法。不行，我不要任何奖励，就要杀了他们。这应该是西进军区自己打造出来的装备，佩戴这个勋章的人，在西进军区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职权。行刑者，这是我们西进军区的一个职位，不算正编，但是身兼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行刑。这个勋章可以给你，利用这个勋章，你可以到西进军区任何一个分区行使行刑权。每年西进军区的各大分区都会有一大批死刑犯，需要有人将其处刑。这些人中，有些是异教徒，有些是在野外杀人无数的荒野猎人，还有一些拐卖妇女儿童、罪大恶极的普通转职者。无论哪一个，都是该死之人。我知道，你父母曾将你送到疾风堂去，追捕通缉犯，借此抒发心中的杀意。但通缉犯这东西，在长南并不多见，而我们西进军区有一部分工作，就是捉拿各种穷凶极恶之徒，所以我们手里需要去行刑的死刑犯并不在少数。凭借这勋章，你的嗜杀欲望也就有处释放了。这勋章，你要不要？既然如此，那我就当你同意我刚才提出的方案了。那么，咱们是不是已经达成了共识？如果是的话，我就带人离开了。总教官，其实我这个人多多少少也有点心理疾病，我就喜欢剑类武器。要是没有剑类武器，我就会跟程谦一样彻底疯狂，想去杀人。所以，是不是还得多给我几把剑，平平我躁动的杀气？既然你们没有意见，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距离这一轮特训结束还有一大半时间，你们好好珍惜，别浪费了我们西进军区在这里投放的 BOSS 资源。不答应就不答应，干嘛假装听不见？这2把剑属性果然极品。破军剑，金色，25级，金剑附魔过1次，攻击加1340，力量加359。砍人有25%几率打断，25%几率击退，还附雷霆麻病。简单说，挨他打的都别想还手。镇龙大将军当年拿着它，正面凿穿了300铁符分。尤其是我一旦为所有的剑全都铸好剑魂，2把破军剑连同剑魂就有66把之多。66把破军剑齐飞一轮，砍在别人身上，到底能触发多少次打断、击退效果呢？每次触发后，又会额外造成等量的雷属性魔法伤害，以及麻痹效果。不仅伤害暴涨1阶，更是提供了强大的控制能力。这一战的收获相当满意，也怪不得郑萧的实力在其他人中明显更胜一筹。破军剑的属性本就强大，
再配上他打上附魔符，属性也跟破军剑相当契也，这才导致郑萧是这一战中队伍里能站到最后的人。郑萧这麻烦已经解决了，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的？郑萧他们怎么样，跟我关系不大，我只想搞金色装备。如果可以的话，像之前一样，咱们一起刷 BOSS， 我拿金色品质的装备也可以。这么一个吃草挤耐的文友，要是退队就太可惜了。程雀走了，我杀一个 BOSS 就会少120%的经验，想到这一点，心都有点滴血。去哪儿？我也没想好，总感觉知道这里也不是随便想杀人就杀人的地方后，就没什么意思了。要不然，我回山顶基地去睡觉。又或者，你们跑，我试试看能不能杀了你们，怎么样？你丫有病吧？杀我们干什么？黑云山脉 BOSS 资源这么丰富，你难道不想回山顶基地2转，然后出来练级？你才有病呢！你懂什么？我的隐藏职业获取途径很特别，导致我只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进行转日。山顶基地的转日台对我根本没有屁用。之前我单刷了一个3骷髅级危险区，升到30级后，这黑云山脉的 BOSS 对我就没什么吸引力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他没办法2转，就代表没办法获取经验。也就是说，程琴还是那个不吃草却能挤奶的最佳队友。妙啊妙啊！这种队友不拉进队伍里，天打雷劈。反正你也没地方去，不然干脆跟着我和齐耀吧。如果有适合你的装备，优先给你。还一起刷 BOSS， 没什么兴趣。我需要装备，家里会有人给我准备。这破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啊？是啊，这破地方对程飞来说确实没啥好东西，也就只有烤鱼。烤鱼？那我要顿顿都吃，要齐奥烤的外焦里嫩的那种。就这，没问题，让他给你烤，你一顿吃3条。为什么非要拉上他？我是隐藏职业神圣使徒，烤鱼不过是信手拈来。那好，时间宝贵，咱们立马出发，去下一个5骷髅级危险区吧。怎么，你的装备出问题了？这把剑不是金色品质吗？怎么突然变成红色品质了？凌风剑进阶红色，40级，攻击加1500，敏捷加480，别射速，触发灵动，还多了个新特效风切，挥剑自带远程剑气。金变红，巨灵还真成了。现在的凌风剑一旦叠加起5层被动，再加上灵动效果触发，能为我提供200%的攻速加持。就算是重剑，我也能抡出火星子。这是技能？不是技能，就是普通攻击。这也是普通攻击？当然是普通攻击。可是，你管这叫普通攻击？只是看着花哨。我的凌风剑刚才进阶成红色品质的装备，多了一个新的附加特效，每次攻击都能生成一道剑气，攻击远距离的敌人。但这剑气的威力跟普通攻击差不多，看着是挺帅的，可跟我直接御剑攻击威力一样，只是相当于增加了攻击距离。也不能这么说，作用其实还是有的。拥有风切后，我手持剑类武器时，手中的剑不仅可以释放晚剑凭栏和青莲剑歌自保，同时还能输出。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剑都能砍出剑气来，他帅呀！只要帅，那就够了。苍袭38，赤霄39，破军34，离红还差一口气。真要是剑匣一开，5把红色品质的飞剑带着上百把剑魂杀出，估计敌人看到之后，非得尿了裤子不可。怎么说？最后一个危险区，你们敢去试试吗？弟兄们，快来看看！竟然真的有小家伙们来挑战6目收集危险区了！我还以为咱们在这里待上1个月，也不会见到一个活人。没想到在这一轮特训任务结束前，还真能应见几个不怕死的学员。这么一个队伍，无论是刷图还是刷 BOSS 都非常晚进游。只是不知道西境军区的队伍为什么要在这里驻扎。似乎这6骷髅级危险区跟其他的危险区有些不一样啊。小家伙们，别不高兴哈！我们是没想到你们那群学员还真有人敢来这里，所以有点好奇。一个34级，已经2转，另外2个才30级，仅仅1转而已。虽然都是隐藏职业，但是才3个人，而且只有1个2转。你们这队伍阵容都敢来6骷髅级危险区？4骷髅级，跟5骷髅级的危险区，我们都已经清完了。眼下距离特训结束还有点时间，所以才打算来这里看看。4骷髅级危险区也就算了，5骷髅级危险区，你们也能刷过去？原来是 S 级学员啊！虽然我还是觉得你们3个能刷5骷髅级危险区，听起来很不可信。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没准你们真是一个个小妖孽，实力远超我的想象呢。有来这里的勇气，就很值得称赞。可我要提醒你们，6骷髅级危险区跟5骷髅级危险区可不一样，你们要不要进去，必须考虑清楚。毕竟这里的 BOSS 是从暗黑之地抓过来的，跟别处的 BOSS 可不太一样。多谢教官提醒。话说，教官，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之前在黑云山脉，我们走过那么多危险区，也没见哪个危险区有教官驻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6骷髅级危险区跟其他危险区不一样，这里动手！召唤物这东西不像是 BOSS 或者普通凶手，有品阶之分。有的召唤物实力堪比高品阶 BOSS， 有的召唤物则是一坨萨巴。而这个暗影污染物并不算是什么难对付的存在，属性跟普通的40级凶兽比，也就略高一些而已。实在无法想象，如果暗影污染物被放出来进入黑云山脉，会不会一段时间后，整个黑云山脉也会像眼前这峡狼一样，满是腐朽和黑暗？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守在这里了吧？杨仲孝，哦，你们该叫他猞猁总教官，他应该跟你们说过，这里的 BOSS 是来自暗黑之地的暗影引剑。但凡暗黑之地的 BOSS， 都是散播暗黑的源头。他们就像是瘟疫，会侵占、吞噬一切跟他们不一样的东西。这暗影引剑也同样，虽然它的等级不高，但它也有着相同的能力。你不要以为我们西境军区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就把暗影引剑留在这儿，
划出了这么一个6骷髅级危险区，整个山谷都被我们西境军区设下阵法，保证它能形成一个没有漏洞的囚笼，让暗影引剑无法从中逃踢，化身黑暗的源头，污染黑云山脉。而这里是唯一的出入口。我们的任务就是看守好这里，因为一旦有个疏失，被暗影引剑逃出去，整片黑云山脉都会变成一个难以处理的暗黑之地。到时候，想要把这么大一张地图完全净化，投入的人力物力将不可设想。这就是暗黑之地的 BOSS， 棘手而又危险。既然这 BOSS 这么危险，为什么要把他囚禁在这个地方？换一个普通的40级白金 BOSS， 岂不是会安全很多？普通的 BOSS， 又怎么能让你们知道暗黑之地的凶险？最后一个6骷髅级危险区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们这些温室里的苗苗看一看，国境线外的暗黑之地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景象。设置这么一个6骷髅级危险区确实非常麻烦，甚至我们留在这里的目的，除了保证黑暗不会污染黑云山脉之外，还要在特训结束后把暗影引剑清除掉，彻底净化这个山谷。但这样也总好过那天你们奔赴前线，结果却被暗黑之地吓飞了胆儿。在这里，你们将获得少有的机会，去直面暗黑之地的一角。所以，你们还想进去挑战这个危险区域吗？你听懂这头 BOSS 哪儿比较厉害了吗？应该是能将地图转变为暗黑之地吧？那跟咱们杀他有关系吗？好像没有。那好吧，我们要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击杀这暗影引剑。算了，既然你们愿意尝试，那就去吧。不过我需要负责任的警告你们，一定记住，千万不要逞强。尤其是受伤后，一定要打出信号枪求救，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去救人。因为一旦受伤，很容易会变成暗黑侵袭的对象。暗黑之地的力量会在你们脆弱的时候进入你们体内，让你们成为暗黑奴仆，也就是卫教徒。我们是不会让任何印酒徒活着离开这里的，因为印酒徒同样是暗黑污染源，需要清除。也就是说，不能受伤，对吧？对。保证你们的状态在70%以上，拥有抵御暗黑侵蚀的能力就可以了。暗影引剑等级品阶不算高，污染能力也不算强，你们小心一些，还是可以抵挡的。好，我们知道了。给这3个小家伙上个 buff， 帮他们一程。咱们时刻准备冲进去救人，剩下的就看他们了。火焰照明术顶配版，能烧24小时，急了还能炸，炸了闪瞎敌人3秒。LV1只能烧2个小时，升到 LV4，持续时间翻了10几倍，还多出1次致盲。看来，技能 LV 等级的提升，对于一个转职者来说也非常重要。我隐隐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些烂泥甚至已经打起了我们的主意。看起来周围一切都静悄悄的，但只要我状态变差，黑泥就会化身成异形凶兽，将我一口吞下。话说回来，既然是因为暗黑之地的 BOSS 在这里，山谷才会发生这种变化，那是不是表示外界的暗黑之地基本都是这个样子？听说是这样吧？传染和蔓延是暗黑之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不过，据说每个暗黑之地里的景象也并不相同。我没有真正去过暗黑之地，程翠应该去过。我虽然人在长南，但是出身一般。程平家里有护城军的背景，
可能会被带去过暗黑之地的前线，开阔眼界。疯女人还有护城军的背景，其要家境一般，我看得出来，要不然也不至于为了1、2件金色装备，就屡次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成臣家庭出身是护城军，着实有点让我没想到了。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是一窝猫里出了一个耗子吗？程崔家里就不考虑一下，先大义灭亲，以保长南百姓的安全？哼，我有护城军的背景又怎么了？在长南，我杀的通缉犯可是比姬风亭不少人都多呢。那您可真是人民卫士。我确实是去过暗黑之地的前线，也见过暗黑之地的景象。不过，我所见到的暗黑之地，跟现在这个完全不同。那个暗黑之地是白茫茫一片，到处都刮着白毛旋风，像是雪天的夜晚，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感染侵腐，变成一种类似白骨的存在。这么说来，暗黑之地也不是完全一样。当然不一样，但凡被暗黑之地侵染，这张地图就会陷入永夜，暗黑之地因此才得名。不过，被侵染的地图会变成什么样子，却并不相同。其实更多的东西，我看的也不是很多。我也是听家里的长辈说，暗黑之地一共有9个，每个暗黑之地里都有一个名为暗主的存在，他们是暗黑的源头，也是屹立在这个世界最顶级的存在。暗主？是叫暗主。每一个暗主所感染的暗黑之地景象都不相同。我曾经去过的暗黑之地，暗主好像叫做血窟，等级不详。东境军区的存在，就是为了抵挡血窟暗主的感染。这张地图跟血窟暗主的暗黑之地不一样，所以暗影引荐应该是来自另一个暗黑之地。我猜，就是从西境军区所抵挡的那片暗黑之地抓来的 BOSS 吧。看来地图的任何位置都可能有暗影污染物被召唤出来。这山谷不算大，但是前面的路肯定不好走。咱们得抓紧时间了，杀怪不用吝啬体力，每9分钟我就能给你们恢复一次状态。这是没凶兽了。咱们好像已经来到6骷髅级危险区的最深处了。可能水至清则无鱼，这危险区的最深处反而没有暗影污染物这种烦人的货色。没有就好，我真的杀不动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暗影污染物都是召唤物，杀了之后没经验，要不然单单是这群小鬼在3倍经验值的加持下，也该让我的所有武器全都升到40级了。等刷完这个6骷髅级危险区，我一定要回山顶基地好好休息几天。即使距离这一轮特训结束还有几天的富裕时间，我也不想再在黑云山脉晃悠。半个小时的时间，杀一头40级白金级 BOSS， 有点难度啊。我现在的等级还太低，属性跟不上，所以最多释放2次万剑归宗，体力就基本消耗殆尽。诚然我的输出很高，尤其是现在拥有215把飞剑，万剑归宗的瞬间输出更是爆炸。但之前扫荡过10个5骷髅级危险区，我已经感受到自己飞剑数量越多，使用万剑归宗的体力消耗就越大。我现在的等级还太低，属性跟不上，
所以最多释放2次万剑归宗，体力就基本消耗殆尽。算着元灵归心术能瞬间回满状态，我还可以再发动2次万剑归宗，加起来就是4次。1次万剑归宗大概是能秒杀40级黄金级 BOSS 的威力，而白金级 BOSS 的属性肯定要比黄金级 BOSS 高上不少，所以4次万剑归宗能不能解决战斗还不好说。现在酒神技能还被封禁着，想杀这头 BOSS 多半是一场消耗战。走吧，杀了 BOSS 之后，咱们再回去好好休息。这地方又潮又黑，不是什么休息的好地方。似乎这法阵也是西境军医所留，跟铁链一起保证这把剑不会离开这片山谷。山谷上方有阵法封禁，唯一的出路又有一队3转教官看守。现在这把剑更是被铁链连一个阵法封印在这里，可见西境军区为了不让暗影引剑逃离山谷，到底下了多少功夫。BOSS 呢？白金级 BOSS 呢？怎么这儿只有一把剑 ？BOSS 名字叫暗影引剑，会不会这把剑就是 BOSS？ 不排除这个可能。你们小心一点，我去跟 BOSS 击个剑，看看是个什么情况。白金 BOSS 暗影引剑40级，暗土亡灵3系，被动主动各3个，你只要记住一句，他死了还能爬起来重铸。死了还能站起来，这可不是普通白金 BOSS 的玩法。果然，6骷髅级危险区不是这么好刷的。躲开！这 BOSS 真是邪门，明明手里只有剑柄，竟然也能攻击。不是只有剑柄，是咱们看不到剑焰而已。这 BOSS 应该是刺客型 BOSS， 确实邪门。你和齐耀都小心点。齐耀成线，帮我拖一下。齐瑶，退下来！万剑归宗！这人今天杀 BOSS 倒是积极，上来就把万剑归宗给用了。看来他应该也不想在这鬼地方多待吧。这是什么意思？自己一个万剑归宗，把白金级 BOSS 给秒了？不应该吧？200多把飞剑的万剑归宗，能秒杀脆皮一点的40级黄金级 BOSS 已经是极限了。暗影引剑虽然看起来是刺客型 BOSS， 但是也是实打实的白金级，还能比黄金级 BOSS 更杀不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 BOSS 的技能肉身重做。满地的烂泥就是技能里所谓的暗黑物质，这 BOSS 可以利用这暗黑物质重造自己的身躯。如此一来，他岂不是不死不灭之体了？如此，这山谷内暗黑物质不知道有多少。毕竟 ，BOSS 可以一直重组身躯，怕是杀上3天3夜也除不掉的。这不应该。白金级 BOSS 确实很强，但不应该会强得这么离谱。不行，要再试一次。万剑归宗！
就这么难缠？情况不太对，这么打下去，就算杀他100次，他还是可以凭借肉身重组身体，很难真正被杀死。我觉得，想要杀他，应该是有一种攻略的方法，比如一个能够施加 B buff， 让 BOSS 没有办法恢复状态的辅助职业。这么说来，之前咱们岂不是应该把蒋平抓过来，一起杀 BOSS 了？帮完忙后，还能让我把他一起宰了，嫁祸给 BOSS， 浪费他这么一个人才了。我感觉问题不是出在咱们缺一个辅助职业上 ，BOSS 一直死而复生，似乎本质不是单纯的恢复状态这么简单。具体我也说不好，反正总觉得怪怪的。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苍狼每次命中敌人都会给我治疗反馈，可刚才攻击了这么久，剑身却没有传回一丝治疗，不对劲。看来这暗影引剑应该跟树灵狮王有异曲同工之处。众人费力输出的这具身体，其实根本不是 BOSS 的本体。难道齐啸真的一语中的 BOSS 暗影引剑，其实是指这把被铁炼起来的剑？很有可能啊。他在做什么？小剑仙，你这是要干什么？滑手也不是这么滑的吧？光明正大不杀 BOSS， 而是给 BOSS 打铁。果然如此 ，BOSS 的本体并非是眼前这头凶兽，而是他手中的剑。合着从头到尾，我跟程飞输出完全是零，反倒是齐耀这个前排，靠着跟 BOSS 硬拼，曾经几拳砸在 BOSS 武器上，才做出了一些输出。这 BOSS 的本体害怕破军剑。破军还有个被我忽略的效果，它能让敌人的武器和装备更快损坏。平时这个效果只是让我更容易打坏敌人的武器和装备，可暗影引剑的本体就是剑，破军打的正是他的命。怪不得他这么害怕破军，感情破军算是所有装备武器的克星。程崔，攻击 BOSS 的武器，那才是他的主体。怪不得我攻击 BOSS 时一直没有叠加炼狱血性的被动，我还以为是对方来自暗黑之地，所以比较特殊呢。这鬼东西竟然害我浪费了这么多力气，他要是个人，那该多好。难缠啊！
既然本体是那把剑，就好办了。管你召多少傀儡挡剑，我直接用万剑归宗轰穿去。怎么样，杀了吗？一个技能秒不掉他，我没获得经验，所以 BOSS 应该没死。程飞、齐耀，帮我拖一下，我再来一发万剑归烟试试。暗影引剑的技能，暗黑泥沼，这 BOSS 是想干什么？我对 BOSS 威胁最大，此时他最想杀的无疑是我。有封印锁链牵制，就算暗影引剑隐身，我也能顺着铁链锁定他。西境军却是故意留下这条线索，否则没有看破隐身的手段，根本防不住他。暗影隐遁脱离隐匿时必定暴击，他已经摸到程谦和齐耀身边，目标很明显。就算我现在用青莲剑阁解控，再接踏剑弦和晚剑平原，也赶不上了。唐玉，这鬼东西，真是恶心死了！ BOSS 会隐身，你们小心一些。再被他伤到，我暂时没法用元灵归心术。盯住铁链，判断它的位置。剑鸣声又一次响起，万剑归宗再次出手。万剑去！这是怎么了？难道这个危险区出现什么意外事件了？用你的夜修飞上去看看，别是山谷上方的阵法崩溃了。是。怎么样，阵法还好吧？刚才那动静是怎么回事？阵法一切正常，没有被破坏。不过动静似乎是来自于山谷最深处，也就是镇压 BOSS 的地方。这是山谷内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斗，尽头的石壁被打爆了至少上100米。啊？什么？这又是什么？怎么了？又出现什么异常？不然你让夜宵飞得近一些，看看战况怎么样。要是有个什么意外，咱们立马冲进去。不是，战斗好像已经结束了。不过，我看到有2道红光从山谷里照了出来，是那种红色装备特有的红光。难道是暗影引剑爆出了红色品质的装备？不应该。刚刚爆出的装备有光团包裹，品质光芒不可能这么耀眼才对。还是说，那3个小鬼手里有2件红色品质装备？也不对啊，现在战斗明显已经结束了，他们没有必要再使用装备，让装备展现出品质的光芒啊！你丫的，自己搁这儿嘀咕，就不知道让叶修降落下去，近距离看看山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哦，好。进阶红色，40级，攻击加1395，砍人50%减速，吸血省到30%，还多了个新特效水流吸，跟一个队友绑定，你吸血他跟着回血。这个水流吸，着实让我眼前一亮。简单来说，我可以利用这个技能使自己跟一个队友绑定，绑定后，苍蓝剑30%的吸血效果会同时作用在我和绑定目标的身上。
这下子赵猛又喜提大跌，有园林归心术的瞬间回满状态，外加水流息的持续性护血，我完全能够化身超级奶妈。只要我能输出，自己队伍的前排就几乎不可能倒下，爽！赤霄剑也进阶红色，40级，攻击加2298，灼烧20秒，释放技能额外70%火伤。新特效光炎，挥剑自带火焰剑气，跟风系木系技能叠着用，威力还能涨。红色品质的赤霄剑走的依旧是暴力流的路子，这攻击力在我所有武器中遥遥领先。看到光炎的第一眼，我便意识到，这不就是火属性的风切吗？看来从此以后，我不仅可以用凌风剑来挥出剑气，更是能够手持赤霄剑远距离输出。果然，光炎效果可以被风属性和木属性的技能叠加提升威力，而风切虽然只是我手持凌风剑的普通攻击，但也被归于技能的一种，所以光炎和风切在一起是能发生反应的。而反应最终的表现就是如此，我的平 A 是别人的大招。小剑仙，刚才那也不是技能，是你的普通攻击。毕竟是红色品质的武器，强一点也合理吧？合理你妹啊！别人一把武器你200多把，别人拿剑是近战，你拿剑是远战，这也就算了，你2把武器还能联动，直接平 A 变技能，你瞅瞅你哪儿合理了？大家都是转职者，像我似的正常一点不好吗？暗影之渊金色项链，30级，无职业要求，力量加103，敏捷加89，精神加224。附加在暗渊，受到负面效果时，把负面效果吸走，转化成治疗，3分钟冷却。极品啊！本身身为首饰类装备就已经非常稀少了，更何况这暗影之渊本身提供的属性也相当不足，尤其是附加的被动技能暗渊，更是能够每3分钟清除一次负面效果，转化为治疗效果。这不就相当于多了一次免疫负面效果的机会？虽然这是被动效果，很有可能一个简单的减速 debuff 也会触发暗渊，让这个技能进入3分钟的冷却时间里。但毫无疑问，这装备绝对算极品。我献祭任何装备，效果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献祭的装备属性好就获得更高的经验值。这项链属性这么好，我用来献祭不合适，不如你们2个留着用。就算给我，我也会选择把它卖掉，换成更多的廉价金色品质装备而已。程飞这路过来确实没少出力，齐耀还能拿到不少金色品质装备呢。程飞就光吃鱼了，可以说是3人中货最少的那一个。纵使这是一个不吃草还挤奶的好队友，也不能真就一点草都不给吧。哼，人嘛，还是不能太资本，该给草吃还是要给草吃。既然这样，那程飞，给你草，给你装备，这是你的了。给我？当然给你了。我有项链部位的装备，拿去卖又有点可惜了。装备嘛，能内部消化就内部消化，
也算是给你跟着我出力杀 BOSS 的奖励。这种人，我也不指望能从他嘴里听到谢谢之类的话。最后一剑，给我出红！红色品质。无影，红色武器，40级，攻击加1871，敏捷加419，无视敌人30%防御，每件再消5%防御叠6层，每件叠1%暴击叠10层，你所有飞剑共享。还有压轴的引剑，手持时整个人隐身，攻击或被打才现身，出手必暴击。这把剑无愧于红色品质，攻击力仅次于赤霄，附加属性中前2个都是无视，削弱敌人防御。这把剑无愧于红色品质，攻击力仅次于赤霄，附加属性中前2个都是无视，削弱敌人防御。同时叠加起来的10%暴击率看起来似乎不高，但是这个属性是针对我自身属性的加持，也就是说，我所有飞剑全都享有这10%的暴击率，一轮飞剑攻击下来，暴击个几10次完全没有问题。这个技能比刺客类职业的隐匿有过之无不及。离得这么近，我根本感受不到他的气息。要是没有防备的话，多半会被他偷袭得手。不愧是红色品质的武器啊，附加的技能真是逆天。感情这引剑还需要我以手持的方式，才能连带着我一起隐身。一旦以御剑术的方式操控，我就会从隐匿状态中脱离。即使这样，这引剑也已经相当厉害了。一个剑士能隐身，会让不少人都措手不及吧？隐身？我堂堂剑仙隐身，也太没风度了。不过，这把无影倒是让我有些别的想法，比如……抱歉，别介意，我开个玩笑。就想看看你能不能感受到引剑状态上的无影剑。这把剑有点难缠，尤其是在你的手里。旁人看到一个剑士隐身，绝对会有所防备，可我以御剑术的方式操控飞剑，这怎么防？你看他动都没动，结果一把看不见的剑就轻易抹了你的脖子，无解。幸好我是后来才拿到的这把剑，要不然当初跟郑潇等人战斗时，死的肯定不止郑潇一个。我想把人全都杀了，李丽估计也很难有所察觉进行阻挠。隐身没有剑仙的风度，你让剑隐身去偷袭别人，就有剑仙的风度了？那是肯定了。本剑先以御剑法正面跟人战斗，至于哪儿飞来几把飞剑捅了敌人的屁股，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汝听人言否？开您保障。
6骷髅级危险区的清理小组传来消息，暗影引荐已经被击杀了，他们还在清理暗黑物质。守卫小组那里也上报说，江晨、齐耀、程废3人小组已经回到了山顶基地。看来，他们应该是清理完了所有的4骷髅、5骷髅以及6骷髅级危险区，提前几天回来，而且也没有再出去练级的意思了。初步估计，咱们投放的所有 BOSS， 应该已经被全部清除。资源没有浪费就好。而且，我想最后一轮抢位赛，前3甲的位置应该可以提前确定。所谓的抢位赛，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江晨、齐耀和程倩3人的表现确实是不错，可以说是所有人中断档式领先的存在。本来郑潇、于伦等人还有机会冲击前3甲的名额，但他们被淘汰后，已经没有人能威胁到他们3人的位子了。哦，对了，好像 S 级学员里还有一个叫高岩的幸存者，此人带着一群 A 级、B 级学员一直混迹在3骷髅级危险区，几乎把大半3骷髅级危险区给刷干净了，收获应该还不错。不过，跟江晨这3人比，要逊色太多了。而且，他本身职业特性也有问题，想要在抢位赛中拿到前3的名次几乎不可能。看来咱们南域要选前3甲，倒是省心。学员之间实力断档太严重，除了江晨这3个人之外，其他人就不用考虑了。我听说，眼下特训营即将结束，其他10几个特训营的教官可是急得抓耳挠腮。他们的特训营里至少有7、8个好苗子，从中选3个非常难去抉择。不像咱们闭着眼睛选这3位就可以了。杨中校，您说是不是咱们南域的天才有点少了？其他特训营的教官还要为选谁而伤脑筋，咱们倒好，抢位赛还没开始，选拔人员名单基本就能敲定了。为什么你会觉得是咱们南域的天才少，而不是南域的这3个天才要比其他特训营的学员更加优秀，更加惹人瞩目呢？杨中校高见啊！长南妻子放在哪个特训营里，都得是顶尖天才。可惜在咱们特训营，这种级别的天才都被淘汰了，可不是说明咱们南域天才的质量更高吗？我本来以为郑潇、魏兰这种级别的学员就已经不错了，有跟其他特训营学员抗衡的资本。不过，程介、齐耀的出现愈发让我感到惊艳，更不用说咱们特训营还出了江晨这个妖孽级的天才了。我感觉甚至连程翠和齐耀都不需要，只要带着江晨，就能横扫其他特训营所有的天才。江晨啊，确实可以说他是咱们南域特训营最大的惊喜了。我听说他好像从暗影引荐身上爆了红色品质的装备，而且这一轮任务里他等级早早来到了30级，却一直没有2转。估计这2天就会去转职台接受2转，获得新的2转技能。也不知道等到抢位赛的时候，他还能不能给咱们带来一些别的震撼。对了，杨中校，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向你汇报。郑国维，是的。听说郑家已经写信上诉了，要咱们军区为郑潇的死负责，交出真凶。甚至他们还亲自来过老黑山，不过被咱们在下面的兄弟给拦下了。虽然现在人已经走了，但是想也知道，这件事情不是请这么好接过去的。
别人也就算了，长南来的学生，哪个没有提前接到消息，知道咱们特训营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死亡指标的事情，一开始就说明了，生死文书，每个人来之前也签过。退一万步讲，也是郑潇等人要杀人在先。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过郑家人哪听得进去这些？据说郑恺已经指认杀人真凶就是江晨，齐耀和程翠则是同伙。郑家人对付不了程家，程倩应该没事，但是齐耀和江晨两个人可没有程倩这么硬的背景。在咱们训练营倒是没事，一旦从这里离开了，郑国伟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关系，回头我会告诉郑家，江晨和齐耀的背景就是西进军区。哎，您去哪儿？去后勤部看看。咱们军区最好的奖励也不过是一件红色品质的装备，哪有2件这一说？为了答应江晨的2件红色品质装备，我可是跟上面那些老东西费了不少力气，其中1件装备还是从别处截胡过来的。我去后勤部查查那件装备运输到哪里了，能不能在特训结束之前送过来？要是送不过来，怎么跟江晨那小伙解释还是问题。咱们虽然选出了前3甲，但最后3个人会有几个人愿意来西进军校，谁也说不好。要是谁都不来，我还怎么跟其他教官们争？无论如何，江晨这人我要定了。这件红色装备可是收买他的最好筹码，给程飞和齐耀的奖励，你也要好好准备。这3个人，咱们一定要留住了。怎么样？你看我刁吗？我找了一个职业是工匠的教官帮忙，把之前爆出来的那颗燃烧宝石镶嵌到剑上了。这下子我一剑就能附带20%豆的火属性魔法伤害，输出嘎嘎猛。哼，之前咱们组队的时候，我要是有这颗宝石，咱们没准儿还能抢一头 BOSS 杀呢。牛蛙牛蛙，这把剑现在的属性肯定够你用到40级了吧？唉，不像我，现在2转了，总感觉手里的紫色匕首伤害不够。嗨，紫色装备属性确实是有点拉垮。我这剑本来就是金色品质，加上宝石的属性警分，用到40级肯定是没问题了。哎，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我操，兄弟，牛逼了！你这是跟那个 S 级学员一样，要转职剑仙了？转职个屁的剑仙！老子的剑它自己飞了，这也太扯了！剑剑，你快回来！这是怎么回事？回少校，我也不太清楚。我按照流程为一位学员2转，转至他的阵法亮起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为学员2转，
是哪个学员？是0088号学员，北疆11中的江晨。果然是这小子，我就知道，但凡闹出跟剑有关动静，多半就是这小子的杰作。一个2转，竟然也能搞得这么热闹。小剑仙，你个老王八蛋，连我的剑也抢！快把我的剑还给我，不然我现在就上去杀了你！不对，不只是咱们的武器。你们快看，河里市的方向。江晨这小子2转而已，至于如此吗？关键是这么多武器，其中甚至不乏红色品质的极品。你要是搞出个什么幺蛾子，把他们都给毁了，我们西境军区可玩不起呀！舒服。你们都是来转职的？教官，2转还算顺利吧？成功就好。刚才看你转职闹出了这么大动静，我还以为你2转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了呢。动静？什么动静？啊，糊涂啊！自己怎么就不睁眼看看，想办法把那些飞剑全都留下来呢？我不谈，只留红色品质就够了，其他的还给你们就是。至于河岭市的施主要是找上门来，我也能解释，我不到啊，剑丢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问问西军区去是不是在搞什么幺蛾子？我总觉自己血亏10个亿，心脏有点绞痛了。那么就恭喜你2转了，明天这一轮特训任务就结束了，后天则是最后一轮特训，决定了所有学员的最终排名和奖励。之前乐师总教官说过，你最终的奖励翻倍，对吧？后天好好努力，可别翻了车。丽西总教官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你要是能拿到第1的名次，获得的奖励肯定会让你非常意外的。哦，教官，到底是什么奖励？您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说了就没意思了，反正这东西真挺贵重的。舍利总教官为了帮你抢到手，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呢。你后天抢位赛，别让他失望，浪费了这一番好意。真的是把人好奇心勾起来，后面的话又不说了。你是懂卡文的。同学，你2转技能是什么？方便透露一下吗？我太想知道剑仙这职业到底有多强了。大佬，刚才那一招就是把所有剑全都召唤过来的技能，你能再用一次吗？我看到一把红色品质的剑，跟我的气质很搭，想把它薅下来自己用。帅哥，你是南域哪个城市的？我是河岭本地的。回头特训营结束了，要不要去我家玩玩？我家正好没课。啊，你也是孤儿？好巧，我也是。滚蛋！我操！刚才我是不是眼花了？江大佬踩着飞剑御剑飞走了，这难道是他的2转技能？妈的，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剑飞行，江辰他真是帅哭我了。这也太欺负人了！我们骑士2转能骑成地面单位的坐骑，3转才能骑成飞行坐骑。江辰倒好，2转直接起飞了。关键是，飞得还这么快。这职业到底有没有公平性可言了？御剑飞行，主动 LV1，飞多高飞多快，看你的攻速。飞行时自动裹一层钢风，能挡伤害和技能。钢风耐锈跟你的防御挂钩，碎了就强制落地，3分钟不能再用。现在我的攻速还没有经过凌风剑的被动加持，飞行的速度就已经相当恐怖了，远超骑士类职业骑乘飞行脚器的速度。这要是攻速全开，我在空中的飞行速度绝对能快到令人发指。同时，飞行过程中身边还有一道钢风，算是一层能用来抵挡伤害的护盾。有这个护盾在，我御剑飞行状态下基本等同无敌，不会被人用技能给轰下来。原本护盾的耐久度跟我的防御力相关，而我这剑仙攻击力高的离谱，防御力却是明显短板。可另外一个2转技能却将我这一短板完美弥补过来，也把御剑飞行的技能强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剑道神体被动 LF1，防御力直接等于你的攻击力。每20秒攒一层剑意，最多5层，挨打自动免疫伤害和负面效应，还弹一道剑气还击。这个剑道神体的被动直接让防御力暴涨，因此在御剑飞行的过程中，我身边用以抵挡攻击的钢风耐久度极高，保守估计就算是我本人御剑攻击，也得让200多把飞剑连续席卷2轮才能把钢风破掉。至于普通转职者，想要在我御剑飞行时把我轰下来，无疑是痴人说梦。而且这剑道神体的被动不仅给我提供了逆天的防御力弥补短板，更是能提供5层剑意效果，直接抵消伤害和控制，同时附加弹出一道剑气反击。如此一来，我以后根本不用怕刺客类职业，刺客想突袭我，怕是一个技能打出来，我毛事没有，反倒对方被剑气活活劈死。2转技能就是这么强大，这他妈不是明摆的搞歧视吗？想想也是，一个分数上限只有10万的合金装，有什么好测试的呢？也不稀罕。所有学员注意，请大家在30分钟内前往基地内场区集合。30分钟后，最后一轮特训抢位赛即将开始，迟到者直接失去特训名额。再重复一遍。首先，恭喜你们从400人中脱颖而出，走到了这里。今天之后，咱们的特训营将圆满结束，你们也可以回去了。而今天，就是你们在特训营的最后一舞。这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在特训营成长了多少？你们现在的实力，又能否让你们从我手里拿走更多的奖励？就看今天。接下来，南域特训营最后一轮特训抢位赛即将开始。抢位赛规则如下：不再拥有评级，只拥有排位，且排位顺序不跟之前的一切表现挂钩，完全看你们今天的实力。排位名次以袖标的数字为标准，当然前3甲不算。想拿到排名前3的位置，不需要拿秀牌，只需坐在那3张椅子上半个小时就可以。等排位赛开始后，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拿取适合自己排名的袖标。如果没拿到也没关系，你看上谁的袖标，就可以对对方发起挑战，只要赢了就能抢走对方的袖标。
把自己的袖标给对方。还有，这次抢位赛未必需要你们必须单打独斗。如果你们之前有在黑云山脉认识的关系还不错的朋友，也可以以组队的方式挑战别人的袖牌。当然了，应战者也可以组队。胜者队伍可以拿到败者队伍所有人的袖标，然后自行分配。总之，怎么去想办法跟别人换排位，全看你们自己。你们可以当独狼，可以组队，甚至可以跟其他队伍联盟。总之，一切自由。直到你们拿到自己满意的排位，最后的奖励跟排位位置挂钩。所以你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拿到更高的排位，以及不被别人抢走手里的袖标。那么，还是跟之前一样，谁要是有问题，可以提问了。教官，是不是我们抢夺排位时，想挑战谁就挑战谁，根本不用管对方是不是刚刚接受了挑战，又接受了几次挑战？是的，袖标的归属权跟前3夹的座椅归属权一样，全都是持有半个小时内没有人挑战才能确定。如果半小时的时间内被人挑战了，则半小时的时间重新计时。这一点你们不用在意，在场的教官会有专人盯着你们手里的袖标，确认你们是否享有袖标的归属权。在袖标即将被人持有的时候，也会有教官提醒其他人，询问是否有人想在袖标归属权决定之前，对持有袖标者发起挑战，甚至哪怕挑战失败，也可以继续挑战，又或者跟其他队伍一起向对方发起车轮战，直到对方认输交出袖胶。受伤、体力不支的问题你们不需要担心，看看你们身后，那里有一个20人的医疗团队，为战败方提供治疗效果，保证你们可以在这里战斗上好几天。可是教官，这么一来，岂不是任何人都没有保住自己排位的可能？我要是看上谁的排位，就一直对他发起挑战，就算是耗，也能耗到他输吧。您刚才说医疗团队只为战方提供治疗效果，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肯定会有人被接连挑战，直到他输？确实是可以这么理解。果然如此。不过，没有人敢去一直挑衅狮子，只有夜狗才会跟敌人担任争抢狮子看不上的福果。我希望你们都能当一头能保护好自己袖标的狮子。如果有人觉得能通过不断的挑战从你手中夺取走袖牌，那你也不配拥有这个袖牌。那么大家没有问别的问题了吧？没有的话，现在你们就可以来挑选自己的袖标，甚至是坐在这前3甲的座位上。记住，本次特训营最大的奖励是颁发给前3甲的。与其争夺袖标，倒不如想想看，怎么才能坐上那3个位子。我操！果然，齐耀这种实力独一档的人，才敢坐在这个位子上。这岂不是说明，想要2号排位，就得去打败齐耀？不过话说回来，齐少真就这么勇，敢当这个出头鸟？是啊，我听说郑潇等人组成了一个队伍，队伍里拥有4个 S 级学员，还有6个 A 级学员。齐耀再厉害，万一被郑潇等人挑战了，肯定会被赶下座椅吧？哥们儿，你说的都是哪年的老黄历了？你仔细看看，
在场还有几个 S 级学员，郑潇他们上一轮特训就被淘汰了。我去，你一说还真是，郑潇、于龙、蒋平还有魏兰那几个 S 级高手怎么都没了？那谁知道？反正之前我回来转职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这些人被教官送下了山，据说是在黑云山脉里被淘汰了。可能他们是去了什么5骷髅级危险区，被 BOSS 逼得用了信号枪了吧？啊，还有这事儿？他们队伍要是被淘汰了，那齐耀不就真无敌了？他这位子谁能动得了？你想坐这儿？这位子肯定要比3号位更受欢迎，也更容易被人挑战吧。我想要这个，我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挑战我，这样才有意思嘛。不过我也想做，那按规矩，你来挑战我。那算了，我才不挑战你呢。你都2转了，我才1转，打不过你。我的力气还是用来招待即将送上门的玩具好了。我是长南九中的高岩，32级钢铁盾卫，想要挑战1号位子的江晨。当然了，我并不是觉得你是什么软柿子，我只是想要知道自己跟前3甲的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少。我在长南跟齐耀交手过3次，全败。跟陈没交手过，不过我也不想跟他战斗，那太危险，所以我才要挑战你，希望你不要介意。好，没问题，我应战。多谢赏脸。因为我职业特性有缺陷，所以需要以组队的形式来挑战你。不知道江晨同学有没有自己的队伍？如果有的话，不然咱们就进行组队切磋吧。组队啊，队伍我倒是有，不过我就别叫队友来帮忙了。为什么？我这里这么多队友，你要是1人迎战，也太不公平了。我要是也叫队友，那才叫不公平。说实话，旁边这2位就是我的队友。你确定要让我们以组队的方式接受你们的挑战？本以为郑潇、于伦等 S 级学员组队就已经相当离谱了，结果竟然还有一个更离谱的队伍。江晨成就齐耀组队，这是什么梦幻联动？这岂不是说明想要前3甲的位就得先跟这3位打一场？那还打个屁呀！原来你的队友是齐耀和程翠。那就算了，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真要是打起来，教官一个看不住，我们命可能都没了。所以，你要是想来挑战我，我一个人迎战就好了。不行，要么组队战，要么个人战，否则太不公平。既然2种方式我都赢不了，那干脆我个人跟你切磋一场吧。虽然知道肯定赢不了，但是我真想知道你这剑仙职业到底有多强。可以，那咱们单打独斗吧。你不把飞剑先召唤出来？不用，你直接攻击吧。3连劈！糟了，中计了！
这高岩也真是头铁。我本来打算让这小子给自己衣服，我机会到剑意把他劈飞，让他知道实力差距自己认输就好。谁知道这小子上来就释放了一个多段攻击的技能，直接触发了3层剑意效果。这下可好，3发剑气差点给他秒了。也幸好他只触发了3层，要是5层剑意全部触发，估计这会儿他人已经没了。我不想给西境军区带来更多的麻烦，可无奈有人碰瓷啊！明明是个擅长防御前排职业，怎么会这么脆呢？这是……不愧是敢坐在1号位子上的人，果然厉害。我认输，心服口服。香尘竟然有红色品质的装备，而且还拥有4把之多。哪怕是那2把金色品质的装备，也都有金色附魔印记，证明它是经过金色附魔符增权的极品装备。就算不如红色品质的装备，也远比一般的金色极品装备更强。这是何等豪华的装备啊！怪不得香尘动也不动就能轻松秒杀以防御力见长的高岩。接下来还有谁要来挑战我？3个小家伙，恭喜你们荣获本届南域训练营的前3甲。咱废话就不多说了，之前乐西总教官答应你们的奖励，现在已经全都送了过来，你们自行收起来吧。这次的奖励不像上次一样是让你们自行选择，而是我们教官组替你们挑选的。不过你们放心，所有的东西绝对没有滥竽从数的存在，都是对你们来说非常有用的奖励。这是头盔部位的装备，不错啊，跟我的剑仙气质倒是很搭。一直以来，我头盔部位都是缺少装备的，不仅是因为没有找到属性和品质都很好的头盔部位装备，更主要的原因是剑仙戴头盔，这不妥妥封印颜值吗？属性提升了，魅力减少了，1+1减等于我被变相削弱，那这头盔不装备也罢。仙居臂，红色，30级，无职业要求，攻击加295，力敏精神耐5项都加。重点在这儿，金、火、风、雷、土、水6系伤害全提升25%。这仙君臂可以说是把攻击方面的属性加持直接拉满，不仅本身增加攻力，唯一一个附加属性也实用到了极致。我的飞剑算是金属属性伤害，赤霄的光炎算是火属性伤害，凌风的风切是风属性伤害，破军附魔的雷霆则是雷属性伤害。我本身就能打出金、火、风、雷4项属性伤害，仙君臂的被动直接将这4项属性伤害提升25%，对我输出能力算是一个明显的提升。原本这仙君臂应该是元素类输出型职业的神器，但对剑仙来说，同样也是神器。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字，他帅。不错不错。
道是另一把剑类武器？皇帝的新剑？那什么，你的奖励目前只有这一件。教官，不是说好了我们的奖励翻倍吗？总不能之前都是骗我的吧？那必然不可能。我们西境军区说话一言九鼎，说给你2件红色品质的奖励，那就给你2件。之所以现在没给你，是因为东西还在路上，暂时没有被送到这里。小家伙，不用这么着急，答应你的事情我自然会做到。等你得到那件奖励后，就会觉得就算多等待一段时间也是值得的。那好吧，总教官，那我的奖励什么时候能到？不太确定，快的话3、5天，慢的话3、5个月也有可能。因为这奖励意义非比寻常，我想拿给你受到的阻力太大，甚至现在西境军区还有很多人阻拦，指不准这东西运送到哪里就被拦下了。一件红色品质的装备，至于如此吗？总教官，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等回头你就知道了。总之，我会尽力让那件奖励归你所有，不过你要给我一些时间。等东西到了，我会亲自送到你的手上的。杨中校，接下来的事情是我来告知他们，还是？不用，你带人去擂台区看着吧，其余学员你去通知。这3个小家伙是咱们南域特训营的前3甲，我想亲自跟他们谈。是。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所以就直接说了。今年特训营是我们西境军区真金白银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组织起来的，帮助全国范围内的天才们快速提升实力，是其中之一的目的。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跟你们这些妖孽级的学生提前接触一下。至于接触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招揽你们。没错，是招揽，不过不是西境军区，而是西境学府。放心好了，西境学府并不是什么野鸡学校，西境学府的实力绝对能跟10大学府相提并论，甚至比那更强。之所以你们没有听说过，是因为它现在还不存在。这是今年即将开办的学府，学府背后的力量就是我们西境军区。没错，这件事情解释起来有些复杂，甚至按理来说本不应该跟你们透露太多。不过，你们是我非常中意的学生，我愿意多告知你们一些东西，让你们自行抉择。你们去过6骷髅级危险区，应该对于暗黑之地有一个基本了解，对吧？那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世界上已知一共有9大暗主，化身9个暗黑之地的源头，散播着黑暗，将咱们整片大陆不断侵蚀。9大暗黑之地，龙国国间线跟其中3个接壤，边境抵抗暗黑之力的前线压力很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3大军区的人
始终没有让暗黑吞噬龙国更多的领土。不过5年前，我们西境军区的斥候却发现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在距离西剧军区不远的另一片土地上，原本一个正常的野外地图被暗黑吞噬，而且新形成的暗黑之地跟另外9个暗黑之地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在龙国边境可能发生了某种意外，导致有新的暗主出现，并且在不断扩张自己的黑暗，想要发展出世界上第10个暗黑之地。既然是刚刚成型的暗黑之地，为什么不派高手去清剿净化？早在发现它的存在时，青天战神就已经带着破天小队去清剿了。不过，他们连这个暗黑之地的暗主都没有看到，就大败而归。破天小队死伤过半，青天战神也被暗黑力量感染，虽然没有变成暗黑奴仆，但是等级却堕落了下来，已经退出战神之列了。怪不得5年前正值当打之年的青天战神会宣布退出10大战神之列，然后又提拔起了另一个年轻人顶替了他的位置。原来是因为他清剿那个新的暗黑之地受了重伤，不得不退位啊！没想到你还关注这些事情，知道当年哪位战神退位了？那可不是，青天战神跟我同是隐藏职业炼狱剑士，而且他当初的成名战就是10年前以1人之力屠戮南国王牌兵种3万人，杀得血流成河，光是听就觉得过瘾。哎，青天战神可是我的偶像，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放开手脚杀敌3万，在国外人称血染青天。称号什么的不重要，主要是能杀。总之，可以确定的是，第10个暗黑之地中确实是有一个暗主存在。即使这个暗主跟其他暗主相比实力可能稍弱一些，但也不是能被清剿的存在。所以对待第10个暗黑之地，咱们龙国只能以防御为主。而西境学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暗黑之地。被暗黑腐蚀，一切资源都会被腐化，可危险和机遇上来并存。被腐化的地图内，凶兽的经验会更多，爆率会增加，甚至副本的难度和奖励也会比原来更高。一个新的暗黑之地，完全可以当成一个难得的资源点来看待。既然现在它还在可控的范围内，那咱们完全可以去开发它，利用它，了解它，应对它。所以，西境军区打算创办新的学府，以第10个暗黑之地为资源点，培养一批强大且对这个暗黑之地有了解的年轻人。就算这个暗黑之地逐渐蔓延，变得更加危险，咱们龙国也有对抗它的资本。是的，甚至不只是对抗它，而是消灭它。总之，在第10个暗黑之地的前线上，用以抵抗暗黑的高墙已经筑起。西境军区划出了一块区域，将会建设起一个名为守望的城市。在守望城内，创办西境学府，公开招生。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只等结束，我们西境学府也会跟其他高校一起招生。并不是说你们来这儿特训营了就必须要考西境学府，你们的目标和追求如果是10大学府也没有任何问题。毕竟以你们的实力，10大学府应该会开出丰厚的条件来邀请你们报名。在这里，
我只讲西境学府有什么东西，到底报考哪个学府，你们自行决断，也不需要现在给我答复。首先就是资源，西境学府所有的老师都是西境军区的人，甚至其中包括2位龙国战神。至于资源，则是跟西境郡域相通，西境郡区的物资全都可以调到西境学府分给学生。要知道，不管是哪个国家，最多最好的资源肯定是在军区手中，毕竟军区的人是要跟暗黑之地正面对抗的。如果能有机会得到西境军区的资源，那10大学府绑在一起，资源的丰富程度上也无法跟西境学府相提并论。当然了，我们能给你们的资源多，同时危险也多。别的学府教学内容大都是课堂教学，发布任务，同时开放一些野外地图给你们练级，锤炼实战技巧。我们西境学府不同，一切以探索暗黑之地为主。西令学府的学生可以说是半个前线战士，并非是其他学府中培养出来的温室中的花果。如果你们只想按部就班，没有太多危险的成为这个世界的强者，那10大学府很适合你们。可如果你们想在刀尖上游走，穿行危险的暗黑之地，拿到远比任何人都要多的资源，被龙国当成抵挡暗黑之地的壁垒，被举国百姓尊为擎天栋梁的战神，那西境学府才是你们的唯一之选。镇守国门这种事情，对你们来说可能还很遥远，而且也未必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远大抱负。不管怎样，我不做干扰，你们自行抉择。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如果今天抢位赛结束了，最后咱们特训营应该还有一场篝火晚会，你们也来参加吧。等到明天，我们会把你们一一送回河岭市的。最后一晚，好好放松放松。哦，我忘记说了，因为你们是我在南域特训营选出的前3甲，所以你们如果来西境学府的话，我会成为你们的专属导师。有缘在此跟你们相遇，我很荣幸。我希望咱们的缘分还能在守望城再续。我刚才说话是不是有点过于不加挽留了？整个过程中我脸一直僵着，不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来不来西境学府都无所谓。不然我再回去说2句，语气诚恳一些。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也一样，不过其实也没这么着急，现在就要做决定。反正距离大考还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不然等大考完再说吧。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小剑仙，我们倒是还能考虑，不过啊，你可就未必了。这话怎么说？你一件红色品质的奖励被压着呢，就不怕不报考西境学府的话，他们把这奖励给扣下来。西境军区，你们好狗啊！我大考肯定报西境学府，到时候咱俩组队，我负责守，你负责攻，怎么样？算了，我有个义子是前排防御职业，回头跟他组队就行。是吗？那还真是可惜。我本来还想着咱们2个要是组队，在暗黑之地肯定能斩杀不少暗黑生物，到时候能够从西境学坊里置换到不少升级资源呢。既然你还有朋友可以担任前排职业，那就算了。希望我回头能找几个还不错的队友吧。
哎，江晨，你们快看，江晨回来了！啊，我的男神，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的吗？江晨不是去西境学府搞的训练营了吗？怎么感觉他变强了，也变帅了呢？他背后的剑翔是哪儿来的？好特么帅啊！这剑翔真仙啊！要是我也有这装备，什么汤里楚宁，不都得拜倒在我的背带裤下？哥们儿，这是镜子，快把这脏东西拿开！我好像个癞蛤蟆。这就帅了，小样，也要是御剑飞行，不得迷死你们！话虽如此，我可不想太过高调。毕竟长得帅给我带来的苦恼，就已经是普通人想象不到了。要是在当众御剑帅别人一脸，那会让我陷入更大的苦恼中。江哥，赵猛的事儿你不知道吗？赵猛怎么了？这小子现在算是抱上大腿，发达喽！你不在的这1个月，他凭借自己是隐藏职业，跟楚宁、唐离一块组队练级，等级涨得飞快，现在已经24级了。而且他们仨好像还要一起组队大考，学习周的时候就连在竞技场 PK 也是在一起的。到现在，他们一起打组队战已经37连胜了，正在朝着咱的记录发起冲击。平时在教室里，咱可看不到这个大忙人，这会儿他肯定是跟楚宁和唐离一起在竞技场 PK 呢。还以为赵猛又被人吊起来打。话说回来，当考生大考的平均等级是15级，赵猛现在就升到了24级，确实是相当努力。以他大地盾位的隐藏职业，真要是让唐离和楚宁带着一起大考，10大学府也能冲刺一下。这小子能把舔下墙的下情精力和时间放在努力升级提升实力上，我深感欣慰。在我看来，大地盾位嘛，应该没比普通的前排职业肉多少吧。前者是1剑的事儿，后者不就2剑就搞定了？咱们又赢了！这下子，咱们这个队伍真可以说是没有对手了吧？大考的时候，咱们肯定能考一个高分，稳定全市前10。高分是肯定的啦。咱们的极限不止全市前10，至少得前5。没想到你这个大情种，转职隐藏职业后，职业特性这么厉害，正好弥补了我和楚宁缺乏前排保护的短板。可惜了，咱们队伍输出能力还是欠缺一些。我和楚宁主打功能型输出，不是纯粹的暴力流输出职业。说起来，我还真是想念江晨啊，他那输出能力。唉，说起来，江哥去西境军区的特训营都有1个月了吧？也不知道他在特训营里过得咋样。回来之后看到我现在的实力，会不会惊呀？
你们看看，是不是我眼花了？那个人是不是江哥？新任务，请领取。任务1，走上擂台，跟赵猛、唐离、楚宁打招呼。完成后可获得奖励魅力+5。任务2，阶梯任务，走上擂台，不使用攻击型技能，击败赵猛、唐离、楚宁。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奖励魅力+15。若仅使用剑魂，可获得奖励装备等级提升卷轴，紫色，可提升装备等级10级，仅可作用于紫色及以下品质。若仅使用一把剑魂，可获得奖励装备等级提升卷轴，金色，可提升装备等级10级，仅可作用于金色及以下品质。若仅使用一把剑魂，30秒内完成挑战，可获得奖励装备等级提升卷轴，金色，和装备品阶提升卷轴，红色卷，可提升装备品段，仅可作用于红色及以下品质，首饰类装备不可使用。好家伙，随便触发的这么一个任务，奖励倒是挺丰厚。如果选择任务2，最高可以拿到一个金色品质的装备等级提升卷轴和一个红色品质的装备品阶提升卷轴，这奖励很难不心动，所以也只能对赵猛说声抱歉了。稍等，1个月不见，你小子实力提升不少。不然，咱们切磋一下，我看看你跟唐离、楚宁组成的队伍战力怎么样。好，没问题。不过江哥你可要小心了，现在的我们已经今非昔比了。我看出来了。你刚回来就要跟我们打一架，也好。上次在血鹰村，我跟你比输出，结果输得一塌糊涂。现在有机会跟你切磋一把，正好能看一看我努力了1个月，是不是缩小了跟你的差距。那开始吧。如果手里是真正的赤霄，赵猛的青石盾牌一剑就能破开。不过因为任务要求，我只能使用剑魂，所以最多能发挥出自身输出能力的1%，再加上不能使用任何攻击型技能，对我的限制就更大。可即使限制再多，并不能阻止我拿到阶梯任务的最高奖励——天罡战气。天罡战气，主动 LV1，开启后攻击力翻倍，身边剑气环绕，自动抵消一切攻击力低于本身的攻击和技能。这是除御剑飞行、剑道神体之后最后一个2转技能。技能介绍非常简单，同时效果也极其逆天。一旦开启，我也就相当于开启了平推模式。陆哥真是的，切磋而已，至于这么认真吗？大地庇护，光炎。陆哥，你玩真的？我操哥，说好切磋的，你怎么下这么狠的手？一剑你们就接不住了，再接我一剑！不打了，不打了！陆哥别闹，我们认输了。我也认输。这个战争绝对表强了啊！陆哥，你怎么变强了这么多？
在特训营里，你都接受了什么特训？这个嘛，可就说来话长了。真是的，我们还以为过了1个月，实力跟你已经差不多了呢。没想到1个月不见，我们变强了，你却成神了。刚才那一剑哪是学生能看出来的？唉，我有时候真怀疑你这剑仙到底是不是开了挂。西境军区这次在特训里投放了很多的资源，我在特训里拿到了不少好处，所以实力提升得很快。特训内容是什么？能给我们讲讲吗？当然没问题，不然咱们去休息区。这个擂台应该暂时停用了，咱们别在这里耽误老师工作。那行，咱去休息区聊吧。哎，不行，我得先去一趟武器房，这盾牌耐久度快爆了，我得让铁匠职业的老师帮我修一修才行。省点钱吧，别修了。啊？不修？为什么？回头我还打算用这件装备参加大考，跟唐李楚宁他们拿个好成绩，冲击一下北疆市的前5。我勒个去！都是20、25级左右的装备，就算你现在不能装备，再升1级应该就能满足装备要求了。反正大卯前你肯定是能换上。江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还能有什么意思？送你的呗。放心，都是我从正规途径打劫到的。你小子虽然转劫隐藏职业了，但装备要是跟不上，职业特性的强大也发挥不出来。有这套装备，你的实力肯定能拔高1大级。能参加特训营的肯定都是高手，你现在拥有了那个学员的装备，就算实力差一些，但也不会差太多。只要大卯前好好努力，考10大学府问题应该不大。赵猛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攻若不弃，猛愿拜为义父。善，吾有赵猛，大事定成。新任务请领取。任务1：3小时内赠送1万个人，每人1套紫色装备，并提议做我儿子吧。完成后可获得奖励万紫千红勋章，4维各加30，无要求。拥有1万亿子后，勋章消失，变为随机1000把红色品质武器。任务2：即刻离开这里。完成后可获得奖励魅力加10，笔直的3尺竹竿1根，如剑一般笔直，且极具柔韧性，不易折断。带上它，全村的孩子都会羡慕你吧。万紫千红是什么鬼？话说，如果真是1万套紫色能直接换1000件红色品质的装备，倒是血赚。如果任务没有时间限制，一段时间后必然要让龙国遍布自己的义子。可惜没有如果。3个小时，一共是10800秒。且不论我有没有1万套紫色装备，就算有，也不可能平均1秒钟就把装备给别人，说上一句做我的儿子吧，且对方还要同意。这个任务我肯定是完不成了。江哥，别的不多说了，这身装备我不能白拿。我爸说家里给我攒了一笔钱，要在大考前帮我买件极品紫色装备，冲击更高的大考成绩。不然回头你跟我去拍卖行，我拿这笔钱给你买件装备吧。我知道，一件紫色装备的价值肯定是不如你送我的这身。等以后的，我要是有什么好装备，先给你挑。现在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
你家里存起来给你大考买装备的钱，你给我花算怎么回事？这钱你留着自己买装备吧，我用不上。可是，你看我缺装备吗？一件紫色装备对我吸引力真不大，所以钱你自己留着吧。要是你非要还，以后等你有出息了，帮我找些属性极品的剑类武器就行。不过要金色品质以上的哈。江晨，你可真是太牛了！红色品质的装备，别说北疆市了，就算是南域也没几个学生能拥有吧？你倒好，手里有6件。说实话，其实本来我们3个是打算组队参加大考的，可我们仨的职业特性导致在输出方面稍逊色一些，所以我还想拉你入伙，咱们组成4人小队一起参加大考。现在看来，这打算应该是要落空了。我们的实力跟你比断档太严重了，真要是组队，完全就是分你考分的拖累。我大概率是要自己参加大考的，不过也不一定。距离大考还有1个多月呢，到时候再说吧。其实就算没有我，你们3个组队成绩也不会差，尤其现在赵猛装备更新，已经能担当一个合格的前排了。这倒是。算了，相比于跟我们一起组队，我还是更想看看你这妖孽单杀大考考题的话，能不能破了咱们南域的大考记录。话说，我真是太好奇你在特训营都经历了什么了，怎么就有这么豪华的装备？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买点饮料，听江晨给咱们讲讲西境军区到底是怎么把一个小变态养成一个大变态的。唐离，我去买饮料，小心。没事儿，你们坐。刚才校长让我找你，结果你没在班里。后来我听说竞技场有人把擂台给劈开了，就觉得能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多半是你了。结果过来一看，你还真在。藏剑匣能自动提升武器品叠和等级，不需要浪费卷轴。金色卷轴只能用于金色装备，红色品叠卷轴必然给金羽克。那就全部用在金羽克上。原因无他，人靠衣裳马靠鞍。身为剑仙，剑牛逼很重要，穿得帅更重要。赤羽克，红色，25级剑仙专属，防御加971，力量加152，敏捷加351，精神加297，御剑伤害攻速各加40%，非战斗移速加70%。最先望月步加2级，残影持剑状态获得踏剑形，向前瞬移最多40米，对途经单位造成500%伤害，可向前攻击3次，第4次回到原位。御剑飞行形态获得橙黄，以神皇之力护体，飞行速度乘3。飞行过程中降下神皇之火，对途经敌人做成火属性魔法伤害，附带灼烧效果。基本属性翻3倍，附加属性也几乎提升1倍，同时还多了一个新的附加技能橙黄，飞行过程中降下神皇之火。这是什么意思？以后在御剑飞行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飞剑洗地，还能撒燃烧弹。我已经可以想象，自己对付没有对空能力的敌人时，对方会有多么绝望。爽。兄弟，释放自我的时候，你得先问问旁边有没有人，你这样让我很尴尬。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又没瞅见你，当然不知道了。哦，抱歉打扰了，我叫赵猛。赵猛，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变态啊！进来。
哟，是你小子来了，快坐快坐，咱们一中的牌面，南域特训营的第1名。您知道我是南域特训营第1名了，这事儿我还没跟钟老师说。你是没提起过，不过西境军区特训营已经把奖状给发过来了，各个中学最终的排名成绩也都反馈给了我们校方。整个北疆市一共只有3个学校的学生完成特训顺利结业，同时另外2个学生的名次也基本都是垫底，跟咱都没法比。你可真是给咱北疆长脸啊！这么大的南域，聚集了这么多高手的情况下，你小子给我拿了个第1回来。其他几个学校的老朋友们可是羡慕坏了，他们都说今年北疆市最有希望的孩子就在咱们北疆学院，甚至放眼整个南域，没准儿也是你呢。我确实有这个目标，到底能不能拿到省状元的名次，还得看大考。你到时候好好发挥，绝对是省状元的种子级别选手。我听说郑家兄弟都获得了参加特训营的资格，只不过全都被淘汰了。话说，你在特训营见到他们了吧？有没有按照我说的教训他们一顿？那肯定是教训了，不过我觉得郑家人可能会报复我。教训了就好。郑家人做事我早就看不顺眼了，至于报复，你不用担心，我帮你兜着。杜校长可真厉害啊！本来还以为我杀了郑潇，郑家人肯定会想办法报复我。我这个人也没什么背景，对方又是长南的大人物，他们要是想针对我，我可能会狠做。不过校长您都这么说了，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把郑家人当回事儿了，该干嘛干嘛。厉害倒是谈不上，不过我在南域教育界混迹这么多年，人脉还是有一些的。你不就是杀了郑潇吗？这种小事儿我出面调和一下。等会儿，你说什么？你杀了郑潇？是啊，我杀了郑潇。他在特训营找了几个人组队想要杀我，结果被我反杀了。杜校长，您之前不是说过我们打打闹闹很正常，出了事儿您给我兜着吗？你管这叫打打闹闹？你在特训营里到底干了什么事？快跟我细说。这事儿可真是玩大了。于情于理，郑潇的死确实很难怪在你头上，这事儿吵到天边去你也有理。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郑国维到现在都没把事情闹大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郑国维越是不把事情闹大，就越是说明他们要采取什么针对你的行动。毕竟要是人人都知道你跟郑家有仇，那郑家再针对你，明面上说不过去。杜校长，所以他们会怎么报复我？找杀手杀了我？这倒不至于，这儿可是龙国，每个城市都有积风堂护城军，只要你在北疆市内，就绝对安全。真要是有人敢买凶杀人，积风亭的人肯定能顺藤摸瓜把幕后的人给揪出来。郑家势力不在北疆，人脉也都在教育界，可没法打点让自己脱身。要是买凶杀人的事情被爆出来，那他也就完了。郑国维不傻，不可能会干出这种事儿来，哪怕他死了儿子。那郑家到底想对我干什么？这我哪知道，
我也不是郑国威肚子里的蛔虫。我估计，多半是要利用他手里的权力给你施压，但具体会怎么做，只有郑家人知道。你小子可真是这么大的篓子都能捅。我也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这么干。话说，杜校长，这烂摊子您能帮我收拾吗？我倒是想，你看我收拾得了吗？行了，你先回去吧。距离大考不到2个月的时间，好好备考，别因为郑萧的事儿分心。郑国威有什么招，我看看再说吧。哎，真是头疼。好，给您添麻烦了，杜校长。回头我给咱们学校争一个南豫省状元回来，给您好好长长脸。省状元，相比于培养一个省状元，我宁愿少管这档子破事儿。唉，自己学校的学生还能怎么办？北疆一中这些年确实也没出过这么好的苗子了。要是这家伙被郑家搞夭折了，确实是可惜。哟，干爹，中午好，吃了没？是我，小杜啊。最近一段时间，您老身体挺好的。嗨，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您可是我干爹呀。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挺忙，没日没夜的，真没啥事儿求您办。您看您把我想成什么人了？我呀，就是最近搞了一瓶金色品质的药酒，想着您就爱这一口，所以要给您送过去呢。真不愧是大考，比高一的转职仪式的时候还热闹。当初转职仪式，南域教育界派来的老师也就几个人吧。江哥，看来你是真要单耍大考题。我听说今年考题好像挺难的，尤其是深渊级和梦魇级考题。因为南域上个月模拟考成绩好的人太多了，所以出题组拔高了深渊级和梦魇级的考题难度，想要更好地区分出第一梯队考生的实力。我知道你很强，但如果你单杀的话，我不建议你选择梦魇级难度的考题。如果你能刷通深渊级考题，试状元肯定没问题，省内排名怎么也得前3。可如果端刷梦魇级的话，有风险。万一卡在哪一关过不去，会影响最终成绩的。我们商量好了，刷深渊级。李姐说，以我们的实力，刷困难级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希望北京是拱击总江一中冲南流，时间上有空余，所以刷深渊级性价比最高。要是好好发挥，没准能卡着时间推掉最后的深渊级考题的 BOSS。至于梦魇级考题嘛，我们肯定会卡手，所以就不尝试了。其实江晨，你要是愿意跟我们组队，咱们完全可以尝试一下梦魇级考题。梦魇级考题有附加题，真要是刷通关了，分数不比你单刷深渊级差。新任务，请领取。任务1：阶梯任务，以组队形式参加大考。若队伍最终成绩为市前3名，则获得武器盲盒1个；若队伍最终成绩为省前3名，则获得武器盲盒1个、技能盲盒1个。任务2：以个人形式参加大考。若个人最终成绩为市状元，则获得红色品质附魔符1张；若个人最终成绩为省状元，则获得随机复职转职券膏1张。所谓的复职我并不陌生，就是每个人转职仪式之后又有可能觉醒，或者是通过复职卷轴开启的第2职业。当然了，这个复职肯定是没有主职那么强大。比较常见的复职就是药剂师会觉醒的复职采药师，成为采药师后就能获得几个新技能，比如采摘精通，有一定几率在采摘草药时提高材料品质或者得到数量，以及草药追踪，可以发现附近常人难以找到的制药材料。
质值就是如此，能够让转职者获得几个技能，技能强度不如主职业，但胜在有用。如果我这么一个战斗职业，剑仙也能觉醒复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面？算了，我还是决定单独参加大考。我的职业特性让我有单杀的能力，自己刷大考考题分数应该更高一些。那好吧，祝你到时候考一个高分，成为咱们南域的状元。你们也是，加油！各位同学们，1年1度的大考即将开始，大家不要紧张，好好努力，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以后前途如何，就看今天，所以大家一定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啊！2个现实任务，请选择。任务1： 4小时内完成大考试试，完成后可获得奖励经验水晶1颗，可吸收其中经验值用以升级。大考分数越高，经验水晶内经验值结算越高。任务2： 4小时内完成大考10品，完成后可获得奖励永久磨刀石，可恢复武器类装备耐久度，永久抗用。大考考题也是副本，但是考虑到造价，里面的凶手被杀之后是不会给考生任何经验和物品奖励的，而任务1算是把经验方面的毁损弥补给了我。我的大考分数越高，最后从任务中获得的经验值奖励就越高。看来我不仅要考虑稳定自己的南域状元的位置，还要想办法多刷考分才行。都说今年大考变难了，没想到竟然难了这么多。5套试卷总分一共210多万，比往年高了120多分呢。是啊，往年总分也就190万上下，很少有能超过200万分的。今年总分高出这么多，跟之前模拟考的成绩肯定有关系。简单、普通、困难的考卷分数其实比往年都稍低一些，不过深渊和梦魇试卷的分值却提高不少。看来南域的教育部应该是想让能冲击特等学府的学生尽量多分一些层次出来。今年南域天才不少，教育部这么调整也合理。深渊级试题性价比最高，其次是梦魇级。靠困难普通级拿分的学生就惨了，深渊刷不过，低级试题分值又少，只能争取速通，再刷第2套副本拿分。是啊，咱们的学生主要是以刷困难级和普通级试题为主，估计今年咱学校的升学率还是不好看。不过，江晨要是能够拿下北疆市市状元，平均分数低一些，咱们学校倒是也能接受。今年咱北疆一中就看江晨了。话说回来，你觉得这小孩能拿多少分？我觉得得有98万上下。梦魇级考题他肯定是能刷通关，剩下的时间用来刷附加题，应该还能拿672分吧。98万分，你还真敢想！南域大才改革20年来，最高纪录也只有95分，纪录保持者如今已是龙国有名的强者。当年也是靠职业特性刷通梦魇级副本，再从附加题拿下5万分左右。你觉得江晨能破他的纪录？你觉得不能吗？我当然也觉得能了。
不是吧？他怎么选了简单级试题？难道他不知道那套试题总分只有不到5万分吗？简单级试题都是给中下游学生准备的，他跑进去干什么？是啊，他怎么会选择简单级试题呢？大考流程咱们年级组已经教了很多遍了，他不可能会犯选错试题这么低级的错误才对啊。杜校长，你说江晨该不会是想多刷2套试题拿时间加成的分吧？这他妈不胡扯吗？他再厉害，副本路上不得花时间吗？1套试题，就算他一路秒杀冲过去，也得1个多小时。4个小时的考试时间，他最多能刷3套试题，这加在一起才多少分啊？一共才不到40多分，就算有20%的时间加持，又能有多少分？而梦魇机试题呢，可是足足有90多万啊！这……我这算是炸鱼吗？这小子去特训营，把西境军区的老底儿都给掏空了吧？怎么搞来这么多红色、金色品质的武器？城隍，这他妈是什么鬼啊！
大考考题可是一个难得的练级点，这么好的一块生机宝地，我当然不打算错过。你还是对其他考生猫猫吧。万剑归宗。万剑归宗 LVR。操控所有已装配剑类武器攻击敌人，每次攻击伤害提升飞剑数量乘以30%。破一切防御技能道具，清一切增阳 buff， 不可击倒，不可闪避，不可打断。技能基本没有太多变化，只不过伤害由20%提升到了30%。可即使如此，我270把飞剑，每一把飞剑的伤害都由原本的5400提升到了8000及100。御剑形态下100%的伤害，威力可想而知。这深渊级试题，江晨足足花了12分钟才刷过去，这速度有点慢了啊！校长，您不会装逼可以不装，12分钟端扫完深渊级，你还说他慢，这跟指着江晨说你长得平平无奇有什么区别？他只是比自己刷前3套慢，不是比别人慢。深渊级满分46万加20%时间加成，江晨的分数已经高达88万6千，基本可以确认问鼎南域省前3，省状元没跑，甚至可能破纪录。这里有点像暗黑之地啊。城隍。可惜，不会飞之就是不会飞。我御剑飞上100米高空，你们又当如何应对？不愧是梦魇级的考题，第一波遇见的凶手就这么难杀。一直以来，我的输出都严重溢出，很少有机会动用九神壶。哼，现在不正好是化身九剑仙的时候吗？